在我又一次从宿醉中醒来时，得知前妻带着女儿一起喝下了毒鸡汤，被发现时已经无力回天。一切只因我生意失败后整日烂醉烂赌，还经常对他们拳打脚踢。葬礼上得知一切的我，对过往悔恨无比，从此开始了麻木的一生。我没有一丝贪念，按照婚前承诺的样子去活，最后一步步创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。虽然坐拥数亿财富，但无尽的孤独与悔恨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最终在我89岁生日那天，将所有的财富都捐给慈善机构，然后带着对妻女的愧疚与思念走上了天台。就在我坠落之时，时间仿佛静止，隐隐感觉似乎被什么东西给吸走。当我再次醒来时，眼前的景象让我呆住。这是我不是跳楼了吗？我愕然之余，环顾四周，简陋的两室一厅出租屋里散落着廉价酒瓶以及泡面盒，邋遢凌乱的客厅怕是连我后世养的狗都不会住。这不是我60年前住的出租屋吗？可没等我多想，出租屋的大门被人从外面推开。爸爸，你醒了。随着稚嫩的童声响起，一名4、5岁的小女孩怯怯地走了进来，浑然不顾屋内的肮脏恶臭，直接来到我身边，紧紧抱住我的大腿。爸爸，西西，想你，以后不吵架，好不好？不让妈妈带西西去外婆家，好不好？西西。刹那间，陆萧玄如遭雷击，感受着腿上传来的温度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我重生回到了60年前。西西，回来！一名姿色姣好却浑身透着唯美憔悴的女子映入眼帘。陈玉儿，这个让自己无数次梦到、无数次哭醒的女人。韵儿，陆萧玄，你到底要怎么折磨我们母女俩，你才肯罢休？看着5天前自己刚清扫干干净净的屋子，再次变成噩梦般的景象，陈玉儿崩溃地冲陆萧玄喊道：“萧玄，我求求你，求你答应签字离婚好不好？我受够了，再这样下去我会疯的。你就高抬贵手签字把婚离了吧，就当是放过我们母女俩好不好？”陈玉儿几乎是用出了一种哀求的口吻。韵儿，我知道我对不起你们母女俩，我不敢奢求3言2语你就能原谅我，给我个机会，我改好不好？哼，你改？你拿什么改？你怎么去改？类似这样的话，你跟我说的次数低于100次了吗？但你哪次过后不是变本加厉？都说哀大莫过于心死，早已心死的陈玉儿平静了下来，毫无波澜的冷笑道。话音刚落，密集的脚步声突然从楼道中响起，紧接着几个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的男子闯进了屋里。为首的男子玩味一笑：“哟呵，一家子这是齐齐整整的哈。你们是谁？”看到气势汹汹的这些来人，陈玉儿第一时间把西西拉到了身后，蹙眉问道：“我说我们是三才童子，你信吗？”你们是冲着陆萧玄来的？在对方的眼神下，陈玉儿不自禁地后退了一步。为首男子没有应答，朝萧玄看去。高材生，你以为不接电话咱们就找不着你了吗？你已经逾期整整1个星期了，连本带利27万，是不是该还钱了？他欠你们27万。陈玉儿不可置信地冲着对方道：“没错，你是他老婆吧？怎么当老婆的是不是也得替你老公分担分担？”为首男子邪魅地看了看陈玉儿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只请求你们再宽限我7天，7天后我一定连本带息奉上。但你要是敢把事扯到我老婆身上去，我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狗急跳墙。前世的这一天，我就像只死狗一样看着陈玉儿被调戏，自始至终都不敢吭声半句。也是这一天，我彻底失去了挽留玉儿的希望，婚姻走向了终结。如今老天爷让我带着后世记忆来，在悲剧之前就一定不能让那些再次上演。难不成你还真以为欠钱的是大爷了？给我打！要钱之前先他妈教这逼崽子怎么做人！在为首男子的一声怒喝下，那一众讨债的社会大汉立即朝陆萧玄发起拳打脚踢。前世的萧玄在发家之后练就了一身不俗的格斗术，别说是一群普通人，即便是练家子都难以近身抬手。记住，我陆萧玄说了，7天就7天，绝不食言。好好，你小子有种，我等着7天后。出租屋内，妈妈，爸爸被打了，爸爸被打了。被陈玉儿护在身后的西西奶声奶气的道：“爸爸，我要去，爸爸呢？”不过陈玉儿却是不为所动，根本不许他再上前。陆萧玄看着女儿无比苦涩的说道：“西西乖，不哭，爸爸没事。”陈玉儿讥讽的冷笑道：“陆萧玄啊，陆萧玄，我只知道你该死，但没想到你竟然该死到敢去借高利贷。老婆，别叫我老婆，我听着恶心。韵儿，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我，你不用做什么，你只要等一等看一看，那27万，7天后我会连本带利一起还上。”你现在吹牛都不脸红了，27万，你拿什么去还？还7天后？还是去赌吗？行了，说这些没有半点意义，签字吧。对于现在的陆萧玄，他根本就不会再有任何恻隐之心，直接反驳道：“这一世，陆萧玄要做的是弥补，怎么可能会去签离婚协议？”陆萧玄叹息后，眼神坚定地说道：“1个月，只要1个月后你还坚持离婚，我一定签字。1个月？哼！”陈玉儿笑了：“你觉得有必要吗？”陆萧玄目光坚定地说道：“有，就当是为了西西，给我1个月的时间。”陈玉儿不屑冷哼一声：“1个月后你就愿意签字离婚是吗？
如果你还坚持要离的话，陈玉儿自嘲地叹了口气，行，也不差那1个月了，前提是你最好在那些恶棍手里活下来，我可不想从离异变成丧偶。说完，陈玉儿转身拉着西西往外走，小西西放声大哭着，我不去外婆家，我要爸爸，我要爸爸，不要去外婆家。听着女儿的哭声，看着离去的背影，陆萧玄心如刀绞，但他没有挽留，因为现在的他还不配。回过神来，看着那满地狼藉，陆萧玄坚定地说道：改变，那么就从你开始吧。3个小时后，焕然一新的小客厅里，陆萧玄坐在沙发上整理着思绪。得用7天时间把这178块翻成27万，才能挨过这一关。这若是对于普通人来说，无疑是痴人说梦。但现在的陆萧玄不是普通人，不仅有着打拼4000亿资产的经验，而且因为重生，让他对未来60年有着未卜先知的能力。很快，一道灵光从陆萧玄脑子中闪过。对，就是今晚市里会举办首次灯光展，并且有浪漫爱情为主题的表演。由于一开始没人知道有这个主题，本该最畅销的玫瑰花在第1晚竟然无人售卖。到了第2晚，嗅到商机的花贩子将1块钱的玫瑰花卖到了10块。不过这种疯狂暴利也仅仅是维持了1天而已，因为第3天晚上有一半的小贩都在效仿。这种小本生意刚好适合现在的我。现在是下午4点，浪漫主题10点展开，时间来得及。市场里，陆萧玄尽情挥洒着商业才华，不但将1块的玫瑰谈到5毛1支，还说服商家把每支都单独包装好，最后除去路费，足足买到了300支玫瑰。晚上10点，出于没有竞争对手的原因，根本不用陆萧玄去开口，看到他身前一大兜玫瑰花，马上就有被氛围熏陶了一通的男女前来询问。10块1支的玫瑰，顿时成了现场最抢手的商品。还没等活动结束，陆萧玄的花就已然销售一空。可惜本金不够多，不然赚个18000的都不成问题啊。坐在路边摊的陆萧玄无奈的道，而后抬头仰望一眼夜空，眼里闪烁出曾经坐拥数千亿时都不曾有过的璀璨。韵儿，西西，等我，这一世我一定许你们无上荣耀。在萧玄前去卖花的同一时间，那个废物签字了。陈玉儿表情难看的咬牙道：还没，他没签字，你回来干什么？难道你就想一直这样下去？你还想让我养你们娘俩一辈子吗？一听到还没签字离婚，刘美兰顿时炸毛了。外婆凶，外婆坏，我不跟外婆玩。小白眼狼，那你就给我滚蛋！吃我的住我的，你还敢骂我了？边上看不下去的陈晓东走上前来不满道：妈，你怎么说话的？西西这才4岁，你这么骂她合适吗？怎么，你还要为这娘俩打抱不平？要不是她非要嫁给那个废物，会有今天吗？当初追她的那些人，哪一个不比那废物强100倍1000倍？要是她嫁给了富2代，咱们家不早就飞上枝头了？还至于要操心你的婚房吗？有婚房小妾不早就嫁给你了？还跟我嚷嚷，他要是跟那个废物离婚的话，我还能给他找个有钱的主。这都半年过去了，我都怀疑他是不是舍不得那个废物。刘美兰毫不留情的大声痛骂着，一点都不顾陈玉儿已然泪流满面。本来她还想把1个月后离婚的事说出来，现在看来没那个必要了。妈，你这话说的是不是过分了？我姐怎么就成累赘了？她是少给生活费了吗？还有她王倩爱嫁不嫁，我陈晓东大不了打光棍，我无所谓。陈晓东愤懑不满的争执喊道。刘美兰被气得发抖。够了！一直没开口的陈广坤看都不看他们娘俩一眼，说道：怎么，合着我们为你的婚事着想还错了？你这是来威胁我们吗？你妈说的有错吗？我们给了你姐这么好的外貌，但她那一意孤行嫁给了废物。爸妈都别说了，我这就走。陈晓东刚要说什么，就被陈玉儿给打断了。姐，小东，不知道你为姐着想，姐姐谢谢你，但爸妈说的对，我跟西西在这就是个累赘，你放心，姐姐有地方去。看着毫无挽留之意的父母，陈玉儿强颜欢笑，牵着西西就走。小区门口，停止哭泣的西西弱弱地问道：妈妈，我们是回去找爸爸吗？陈玉儿苦涩一笑，没有回答。半个小时后，身心疲惫的陈玉儿带着西西回到出租屋，站在客厅，她以为自己是进错了屋，一尘不染的客厅，甚至连空气都是一股淡淡的柠檬香。这是那个出生打扫的，怎么可能？妈妈，这是我们家吗？我们走错了。陆晨曦抬起头看着陈玉儿道：没走错，西西，很晚了，妈妈带你进房睡觉去。当然进的不是陆萧玄睡的那一间，他跟陆萧玄早就分房睡了，甚至每晚都得把房门反锁，因为烂醉的陆萧玄实在是太可怕了。然而还没等他迈步，伴随一声开门声，陆萧玄走了进来。爸爸！一见到陆萧玄，小姑娘就激动地扑了过去。这一次，陈玉儿仅仅只是皱了皱眉，但未阻止，毕竟这是她的亲生父亲。西西，爸爸抱抱。60年了，多少梦中惊醒，却只能泪中追忆。她是多想再抱抱西西。陆萧玄笑道：西西，你不是跟妈妈去外婆家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爸爸、外婆、外公坏，他们骂妈妈，还骂西西，妈妈都哭了。小孩子不懂什么，一下全说了出来。西西，不要瞎说。不怪陈玉儿着急，她可不希望陆萧玄再打上门去。你爸妈又欺负你们了？抱着陆晨曦，陆萧玄挑眉道：除了你，没人会欺负我们娘俩。以后别去寄人篱下了，这又不是没有房间。关于老丈人丈母娘是什么货色，没人比陆萧玄更清楚了。
西西不说，他也知道娘俩在那边有多憋屈。我跟西西也是回来住1晚而已，明天我就带西西出去。要不是来不及租房，酒店又太贵，他是真的不会再回到这个地方的。西西不出去，西西要跟爸爸一起。听到陈玉儿冷哼下的话语，西西立即喊道，接着转头奶声奶气的问：爸爸，你今晚去干嘛了呀？爸爸去卖花了呀。爸爸，你去卖花了？花你，西西可喜欢花了，西西要。怀中享受着父爱的西西睁大水灵的大眼珠子道：嘿嘿，没花喽，花全都被爸爸卖掉了呀。陆萧璇笑道：全都卖掉了，爸爸好厉害。爸爸赚了2800多，差点3000块呢。抱着小丫头，陆萧璇很是充实的道。边上的陈玉儿再也听不下去了，冷冷道：西西，下来，跟妈妈回房间睡觉去。在陈玉儿看来，卖花这种丢脸的事，绝对不是陆萧璇肯去做的，而短短几个小时就赚2、3千块，则更是离谱。我不，我要跟爸爸一起。小姑娘倔强的喊道：西西乖，先去妈妈那，爸爸明天早上去给西西买开封菜。本来不想脱身的小西西，一听到有薯条汉堡之后，眼前顿时一亮。真的，爸爸不骗西西。得到肯定答复，这才满足的回到陈玉儿身边。韵儿，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吗？没等陈玉儿挪步，陆萧璇艰难的开口问道。陈玉儿讥讽的冷笑起来：哼，你陆萧璇是什么人，我会不清楚吗？你能屈尊去卖花，一个晚上就赚了2、3千，你要说是牌桌上赢的，我倒是能信。不等说话，陈玉儿就带西西进了房间，站在原地。陆萧璇黯然一笑：呵呵，想想我的所作所为，若换了我是韵儿，恐怕早就冻于子了。还是先不想了。要重新获得韵儿的接纳，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事情。眼下依然还是按时把钱还掉最重要，不然说什么都没用。陆萧璇只是片刻思索，便微微一笑道：没记错的话，明天体育中心有一场演唱会，有几名狂热粉丝因丢了门票，最后不惜用1万1张的天价从别的粉丝手中购票。讽刺的是，那几张票是因为黄牛看演唱会已经开始了，在10分钟前才原价甩卖的。第二天，陆萧璇起了个大早，给西西买了份开封菜的儿童早餐，然后又做了一份陈玉儿最爱吃的早餐面。为了让这母女俩能多睡一会儿，陆萧璇几乎是卡点做好了一切，而后悄悄地出了门。在他走后没多久，陈玉儿带着西西走了出来。哇，妈妈，是开封菜，是爸爸给我买的。一看到开封菜儿童早餐，西西便欣喜地大喊起来：爸爸，爸爸！小姑娘没能得到回应后，向陈玉儿问道：妈妈，爸爸呢？爸爸去哪了？然而陈玉儿却没有回答，看着那碗熟悉的早餐面，陷入了沉思。没记错的话，上一次吃他做的，还要追溯到好几年前了。揣着全副身家，陆萧璇没有马上动身去体育中心，因为那几张高价票交易是过了8点开场后才会出现，现在过去半点用都没，所以当下目标转向了古玩城，因为他记得就这2点。他的一个牌友在古玩城用3万块买了串佛珠，然后没出门就被一位中年人开价48万买了过去。根据描述，那串佛珠每颗珠子都刻有1尊罗汉，18颗佛珠正好对应上18罗汉。把握好这次机会的话，当下债务就能马上解决了。虽然我现在钱不够，但得抓紧时间把东西确认了，可不能被那个牌友再次捡走了。老板，汉代的永乐大典要长长眼壁。哥们，大清王公府出来的整套姻缘，有兴趣吗？给价好说话。下一个，求求我这都是好东西，看你有什么 money 的。好半天后，在一阵阵的吆喝声中，陆萧璇止住了脚步。应该就是这家了，不论是位置还是摆设样子，都跟记忆中那家伙形容几乎一样。古玩店内，难怪会被那家伙捡漏。柜台上就直接随意摆放着一串佛珠，虽然还不确定是不是那串，可已经足以让陆萧璇激动起来。麻烦这佛珠手串我能看看吗？行，你看吧。拿过手串，陆萧璇仔细端详起来，果不其然，跟他想的一样，正是那串18罗汉佛珠。虽看不出来历，但仅凭入手的厚重感，就不会是打眼货。毕竟前世陆萧璇入手过的不俗之物已然数不清了，甄别能力怕是这里无人能及。老板，这个多少钱？老板略加思索道：5万。陆萧璇想了想，最终还是决定试探一下。500，卖吗？然而老板却立马变脸，一把夺回了手串。没钱就别废话，赶紧滚蛋！好，这就走。我微微一笑，并不动怒，毕竟那牌友可是花3万买下的，东西确定了就行。接下来去体育中心赚本钱去。晚上8点，随着演唱会进入了暖场阶段，广场上已看不到几个人了。陆萧璇目光也跟着活络起来。此时视线中出现一名很是焦急的男子。要票吗？我这有。视野好，性价比高，美女，要票吗？美女，别走啊，美女！只见那男子逮着人就问，一脸的着急。手上的票卖吗？黄牛激动的差点没哭起来。卖，哥们，你要多少？你手上还有6张是吗？全要了，多少钱？陆萧璇低头看了一眼对方手里，说道：上面的票价是560，你全要的话500就行。
2800。哥们你这，你要卖我就全买了，不卖就算了。不是陆萧玄想压价，而是他现在全副身家就这么些了。说罢，陆萧玄转身就要走，还不忘回头说一声：“我可真的走了。”姐不卖。黄牛咬牙道：“亏1张票，总比6张全砸在手里好。”此时陆萧玄的内心，嘿嘿，成了。这位兄弟要是知道10分钟后有人出价1万1张，会不会气到吐血？黄牛前脚一走，一对学生模样的男女后脚出现，看到陆萧玄手上有票，立马着急问道：“帅哥，票卖吗？”不卖。陆萧玄想也不想就回绝道：“没猜错的话，这应该就是前世跟黄牛买票的家伙了。”紧接着，陆萧玄的视线中，6名浑身透着富贵气息却满脸愁容的女孩走了过来。都怪你，我说先别去酒店，非要去，这下好了，票不见了。那是我想的吗？早知这样我也不会去。鸡哥的演唱会，我可是一场都没落下过，这下要缺席了。都别说了，赶紧想办法弄票去啊！这个时间点还怎么买啊？几个女生一边寻找黄牛的身影，一边相互埋怨道：“陆萧玄没有上前，而是要等对方自己上门。”果不其然，不久，那几名女生看到陆萧玄手里攥着好几张票后，立马走了过去。帅哥，票卖吗？我们可以出高价跟你买。不卖，我约了朋友。陆萧玄淡淡说道：“1000一张，6张6000。”行不？换做以往，就这种票，他们都不带瞥一眼的，因为只有 VIP 席位才是他们的专属。只是现在顾不上那么多了，只要能进场就行。说了不卖，再说1000一张，我傻吗？费了老大劲不说，还是从别人手里花900一张买的，1000卖给你们，开什么玩笑？2000一张行不？对方马上加价道：“不卖，这也不是我自己的票，还有我朋友的。”陆萧玄斩钉截铁道。此时，体育中心里头已经传出了他们偶像的话声，以及那山呼海啸般的狂热音浪。这下，几名女生更着急了。5000一张总行了吧？赶紧卖给我们好不好？此时女生没心思再慢慢抬价，她等不及了，这价格绝对卖得过了。不过陆萧玄还是摇头，不是因为前世这几个女孩花了1万1张买，而是他怕古玩城那边有变数，他担心到时候万一要是3万块成交不了呢，那样一来就白折腾了。说了不卖啊，这要是卖了，我怎么跟朋友们交代？我信你个邪！一女生忍不住的急眼起来！1万一张卖不卖？我可告诉你，过了这村就没这店。1万一张！陆萧玄装出一副异动的样子来，不敢置信的松口反问回去：“对，票面561张的山顶票，咱们花1万1张来买，这已经是天价中的天价了。如果不是你手上刚好有6张，咱们顶多只能出3000。最后一句，卖不卖？”那好，卖。陆萧玄装出一副挣扎的样子，咬牙道：“看着6万块到账的短信提醒，陆萧玄长长的舒了口气，回头看了一眼体育中心，带着6万块的收获，潇洒离去。回到出租屋，餐桌上那份开封菜已经不见了，但早餐面却一丝未动。很显然，陈玉儿是想跟他彻底划分界限了。看着那早凉透的早餐面，陆萧玄无比苦涩的自嘲一笑，闻了闻还没馊，旋即大可朵颐起来。玉儿，等我，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。你没有嫁错人。第二天，陆萧玄再次出现在了古玩城中，不过这一次他没有在四处晃悠，而是直奔昨天发现佛珠的那家店。怎么又是你？一见到陆萧玄，店主一下子就沉下了脸。那串佛珠手串多少能卖？陆萧玄并不介怀，笑笑问道：“你小子存心倒茶是吧？500卖不了，哪凉快哪带着去。”店主不耐烦地回道：“虽说古玩城都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，可那串佛珠好歹也是他花了小1000收回来的，500块，这让他气得肝疼。那您倒是开个价呀，别说什么5万不5万的，咱也不是第一天在这块混了，开个诚意价吧。”陆萧玄笑道：“诚意价是吧？”话说到这份上，自己又是开门做生意，也不好再耍脾气，说道：“这串佛珠的卖相根之地，以及这北香火熏出的包浆，一睁眼就知道是从寺庙里讨出来的。你要是想要，2万拿走，少1分都不卖。”这店主并不认为陆萧玄能买得起，所以只想赶紧把这厮给打发走，干脆从5万降到了2万。2万，行，给我要了。2万，这倒是有点出乎陆萧玄的意料，毕竟前世那位牌友可是花了足3万的，当下他也懒得再去磨价了。什么玩意？你真的要买？店主懵了，那玩意撑死就值个1、2千而已。2万是吧？给你。陆萧玄不多说，直接掏出2沓现金扔到桌上。老板，我这就给您包起来，这就包起来。这开张吃2月的店主眉开眼笑的殷勤起来。不用打包。陆萧玄直接拿起刀。与此同时，2名气度不凡的男子也往陆萧玄这边走了过来。陆伯伯，咱们至于来这种地方吗？这可是老爷子的大寿，多可碜啊！传出去别人还不得笑话我？较为年轻的男子嘟囔道：“景山啊，你还是不了解老领导。老人家虽喜欢文玩，可是不喜欢昂贵的。人家清廉一生，要是你真给他买那些价格不菲的，他转头就得骂你，你信不？”年轻男子不置可否的撇撇嘴。在路过陆萧玄身边时，被称作陆伯伯的中年人停住了脚步。怎么了，陆伯伯？陆成没有应声，双眼紧盯陆萧玄手中。年轻人，能把你手上的佛珠手串让我看看吗？
陆萧玄看过去，看到对方的气质后，不由一惊，难不成这就遇上前世牌友口中那人了？你说的是这个？陆萧玄错愕归错愕，可还是举了举手上的佛珠手串。对，没错，能让看看吗？稍一思索，陆萧玄还是递了过去。行，看吧。谢谢。拿过佛珠手串的陆程马上瞪大了双眼，霎时间，店主倒是皱起了眉头。难不成这手串还真有什么来头？真是的，这怎么可能？陆伯伯，这佛珠手串怎么了？年轻男子张景山好奇凑了过去。金刚寺的罗汉珠，真的是金刚寺的罗汉珠。陆萧玄挑起了眉来。金刚寺他知道是江州最具盛名的庙宇，可是这罗汉珠，纵使前世活到了89，也从未听说过。张景山愕然道：“陆伯伯，这有什么来头讲究？很值钱吗？”老板，5万把这串佛珠卖回给我。店主没想到自己刚才瞎编的故事竟然成真了。哥们，30万卖给我，成吗？若是能拿下这条佛珠手串给老爷子当寿礼，那意义简直是非同小可。30万，前世那位牌友是48万卖掉的，眼前这位明显不是前世买主。把这佛珠手串卖给我，全当我张景山欠你一个人情，如何？张景山，这名字怎么听着有点熟悉？对了，张景山有个前江州市委一把手的爷爷，父亲是建筑公司董事长，自己也一手创办了云山网络。不过对他最深刻的印象是，他被旗下一名女主播陷害，身败名裂，还连累了自己的家族，就连他爷爷都被气得郁郁而终。想到这里，陆萧玄也不想再在价格上折腾，他无所谓多挣那10几万，毕竟接下来有大把的机会，眼下只要够还债就好。行，30万就30万吧。他并不打算提醒张景山，且不说对方信不信，就这种萍水相逢的关系，他也觉得没必要多管闲事。好，我这就给你转账。张景山开怀一笑，正打算掏出手机时，却发现不仅手机忘带了，连钱包都忘记带了。景山，怎么了？陆伯伯，我忘记带钱包跟手机了。啊，陆伯伯，你看你能不能？别看我卡里总共就几万块，而且还是在家里。张景山朝陆萧玄看去，有点难以启齿的尴尬道：“哥们，你看，要不你跟我回去拿钱行吗？”说出这些话的时候，张景山都耐不住脸红了。算了，东西你拿走，回头钱准备好给我打电话，我直接过去取。此言一出，在场3人全都懵了。还有这么好说话的主儿，就不怕自己拿了东西回去不认账？这货怕不是傻子吧？然而他们又怎会知道陆萧玄心里所想？以张景山的实力，怎么会赖他这30万的账？你就这么相信我，不怕我赖账不给钱？看你不像是会赖账的人。张景山都觉得眼前这主太他娘的缺心眼了。陆伯伯，你说那家伙是老实还是缺心眼？景山，那条佛珠手串的价值不止30万，而且他知道。那他还卖给我？从微表情上看，他一开始是不打算卖的，他是听到你名字后才改变主意的。我也不认识他啊，他图什么？可能是知道你是老领导的孙子，又是云山网络老总，所以笃定你不至于会差那区30万吧？这就说得过去了。不久前的另一处，陈玉儿，你怎么搞的？还想不想干了？让你找云山网络公司续约，怎么他们推广的产品成了竞争对手？这就是你的业务能力？王涛怒喝道。他一直都垂涎于陈玉儿，但奈何无论他如何殷勤，陈玉儿都选择视而不见，求而不得就故意整陈玉儿。王总，云天网络之所以选择对手的产品，是因为咱们的报价比对方低了1成。如果咱们的报价都比对手高，那还要你干什么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再搞不定你就滚蛋。不过不担责也可以，你知道的，我王涛身为总经理，可比你那废物老公强多了。你只要答应我做我的情人，我保你平步青云。好的，王总，我一定尽力拿下合同。陈玉儿依然无视王涛的无理要求，忍着泪水离开了办公室。走廊中，恶棍丈夫，满是白眼的父母，针锋相对的上级，生而为人，为什么我这么命苦？要不是西西，他是真想一了百了了。张景山的速度很快，离开古玩市场不到2个小时。魏陆先生，钱准备好了，你方便过来云山网络公司拿钱吗？不方便的话，给个地址，我让人送去。没事，方便。云山网络公司是吧？我现在就过去。那行，那就麻烦你过来一趟了。云山网络公司的门口，陈玉儿咬着嘴唇深呼吸，她并不认为有续签的可能，但是她得试试，因为她要养活西西。为母则刚的勇气下，他走进了云山网络公司。怎么又是你？赶紧滚蛋！杨经理上次吩咐过，你已经被列入黑名单了。我不找杨经理，我找张总。找张总？真当张总是谁都能见的？赶紧滚蛋！哟，这不是陈小姐吗？陈玉儿抬头望去，只见商务经理杨迪从电梯里走了出来。杨经理，我这就把他赶出去，他不走我不离开。杜吉，那什么，你先忙你的去，我跟他说几句。好嘞。看着保安远去后，杨迪这才冲着陈玉儿哼笑出声。
陈小姐，没想到咱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。你这次又是冲着推广合同的事来的？是，杨经理，咱们一直都是良好的合作关系，您能不能再考虑一下续约的事？考虑？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另一家电商公司给的价格比你们高出1成，该怎么选择恐怕傻子都知道吧？不过的，倒也不是没有任何回旋余地。什么回旋余地？跟我出去吃顿饭。合同什么的都好说。自第一次见到陈月，他就已经打起了主意，以合同胁迫这事，更是早就想好了。不是因为他真的有拍板权，而是张总交代过，只要华兴给的报价不比行情价低出1成，那就一直合作。不过这是属于商业机密，知道的人不多。你做梦！我要见张总，我要跟张总谈。如果张总拒绝合作的话，那我就死心。说着，陈月儿就要往电梯那边去。结果你还给脸不要脸了是吗？真以为你多清高吗？老子不比你那个赌狗废物老公强多了。在杨迪的羞辱下，陈月儿再也控制不住的往他脸上扇了过去。你个废物，你敢打我，我特么废了你！就在陈月儿准备挨打时，一道人影窜了过来，直奔杨迪飞踹过去。陈月儿大脑瞬间宕机，然而在他看清这位帮手时，表情立即僵住，那种意外不亚于看到太阳从西边升起。怎么是你？你在跟踪我？怎么是你？你在跟踪我？此刻，陈月儿并不认为这是巧合。过去几年，就因为怀疑他，没少对他拳打脚踢，但这家伙又是一个怂包，只敢对自己发飙动手。然而现在，他竟然有胆子在这儿打人。我说是巧合，你信吗？你说我信吗？你是谁？这时，缓过劲来的杨迪怒道：“我是她老公。”这个回答你满意吗？你就是这贱货的废材老公。再怎么说，自己都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可现在却被这个窝囊废给打了。来人，给我把他抓起来，报警！是，杨经理。保安顿时把陆萧玄给围了起来。杨经理是吧？报警抓我可以，但你最好确保我进去后就出不来，否则我出来后跟你玩到底，你信不？反正我烂命一条，光脚不怕穿鞋的。你这是在威胁我？就在陆萧玄准备开口时，手机铃声骤然响起。喂，陆先生，你到了吗？到了，就在你们公司大堂。不过你们公司的人要报警抓我。啥玩意？有人要报警抓你？你等着，我现在马上下去。虽然跟陆萧玄只是买卖关系，但他可是许诺了对方一个人情。如今陆萧玄在他公司出事，于情于理他都不能不管。张总见到张景山，一众员工纷纷喊道：“难道跟这个畜生通话的是张总？怎么可能？像那种烂人怎么可能会结识张总？”陆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谁要报警抓你？张景山走到陆萧玄身边，快声问道：“张总，我一进来就见到你们公司的杨经理要打我老婆，我就赶在他动手之前踹了他一脚，然后他就让保安把我抓起来报警。”什么？张景山皱起了眉头，转头看向杨迪，是怎么回事？张总，你别听这赌鬼瞎说，我杨迪，你只管说，是还是不是？是。殊不知紧着他这一役，张景山一脚往他身上踹了过去，怒斥起来：“连女人你都能动手去打，你特么还算个男人吗？你这是不拿公司名声当回事了。你不要脸可以，但别把我云山网络的脸都丢掉。”张总，我错了，你等着，这事没完。张景山骂完，再朝陆萧玄道：“陆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是我管理不到位，还请别往心里去。”说罢，看了看陈月儿道：“您就是陆先生的爱人吧？抱歉。”他下意识的以为这小两口是一块过来拿30万的。陈月儿复杂的咬牙了一声，毕竟那些家事，他一向都不希望被外人知道。张总，我是华兴商贸的陈韵儿，这次过来是想跟你们谈续约的，您能不能看在咱们两家一直都合作愉快的份上，继续对咱们华兴商贸的产品进行推广？边上，杨迪的面部已经止不住的颤抖起来。华兴商贸，我们不是一直合作着吗？张景山疑惑道。没多少人知道，华兴商贸的老板其实是他高中时的同学。张总，10天前咱们的合同到期后，你们云天网络就不跟咱们续约了，转而推广起了我们的竞品。还有这种事？张景山的怒火开始在酝酿，因为这事他一点都不知情，而自己那个老同学也是个甩手掌柜，估计同样不知道，因为从来没跟自己聊过这事。张总，我知道他们给出的价格高出1成，但咱们的商品是有绝对保证的，跟你们合作了这么久，想必您也清楚，从未给云天网络带来过麻烦。张景山的脸色愈发难看。杨迪，你是不是要给我一个解释？张总，我承认我糊涂了，只顾着效益。不过跟那边签的是临时合同，咱们随时都可以单方面终止。临时合同，这不是明摆着给自己留一手吗？能意识到留一手，这是糊涂。边上，陆萧玄悠悠道。张景山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，朝陈月儿道：“陈小姐，你就续约仪式展开交流时，他是怎么说的？”陈月儿深呼一口气，像是鼓起了莫大的勇气来道：“杨经理说他就跟我续签，不然免谈。”杨迪，我大呀！身为性情中人的张景山再也抑制不住怒火，抬脚往他腹部狠踩了过去，并冲前台姑娘说道：“马上给财务部打电话，立刻减轻杨迪的薪资。”似乎这还不解气，张景山朝目瞪口呆的保安看去，
还愣着干什么？马上把他给我丢出去！是，张总。保安立刻跑上来，拉着就往外拖。估计保安平时也没少受他的气。张总，我错了，张总，我错了，张总，快点让他消失！说完，转头无比真诚地朝陈玉儿道：“陈小姐，对不起，是我疏于管理了，这事我会给你们老总一个交代的。”没事，张总，那咱们能重新续签了吗？当然，现在就可以签，我亲自签。谢谢张总，那太好了。陈玉儿激动地把笔掏出来，张景山接过看都不看，直接落笔签名。陈小姐，你拿去商务部，让他们落章就行了。谢谢。陈玉儿热泪盈眶的躬身。就在跟张景山擦肩而过时，张总，他不是什么好人，您可别被他骗了。陆萧璇满脸苦涩，张景山则是怔了下来。陆先生，你们真是两口子吗？张景山表情诡异复杂，陆萧璇没解释，避重就轻道：“让张总见笑了。没事，走。刚才下来的时候着急，忘记把钱拿下来了，跟我一起上去呗。”行。办公室里，张景山笑着把牛皮纸袋递给陆萧璇道：“这里是30万，数一数。”不用数了，我相信张总。接过牛皮纸袋往腋下一夹，准备离去之余，脚步一顿：“张总，谢了。”谢我什么？不是应该我谢你的吗？谢谢你帮玉儿解了围，签下那份合同，至少她能顺利回去交差了。要说谢，也是我谢谢你们，要不是你们，我还不知道公司里潜伏着那种害群之马。还有陆先生，我知道那串佛珠不止值30万，相信你也知道。不过冲着你这爽快劲，我也不侥幸的多加补偿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以后有啥需要帮忙的，可以来找我。好使。听到这些，陆萧璇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一样。张总，你们公司旗下是不是有不少美女主播？对，怎么？没怎么，就是想跟张总说一声，诱惑的一面往往都是陷阱。张总在迎向诱惑的时候，最好留个心眼，预防一下陷阱，别让自己栽了跟头。之前并不打算干涉张景山命运的陆萧璇，最终还是给出了提示。只因张景山的言行举止，是真的让陆萧璇有了谢意。陆先生，你什么意思？云山网络的女主播不少，但跟我有见不得光关系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头号女主播依依。难不成说依依会跟我下套？怎么可能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看张总的印堂不太对劲，直觉张总可能会深陷桃花劫。不过信不信在于张总。陆萧璇笑笑道：“合着你还会算命？”张景山不以为然道：“还是那句话，信不信在于张总。先告辞了。”张景山没再叫住他，但脸上的不以为然却是变得凝重起来。我重生后赚得30万，刚好拿出10万解救小舅子。当陆萧璇回到大厅，刚好碰见与前台交谈完的陈玉。别怪我不提醒你，张总可不比你以前糊弄的冤大头，你最好别把坏水使到他身上去，否则恐怕不等那些放高利贷的收拾你，你就已经完蛋了。奉劝你还是要有点自知之明。没等他说下去，陈玉儿直接打断道：“坑蒙拐骗，这就是他对自己这位老公的认识。”玉女，你这是在关心我吗？陆萧璇一副缺心眼般的样子，就要凑过去。离我远点！关心你？你想多了，我只是不想顶着丧偶标签罢了。嘿嘿。此时手机铃声响起。你好，哪位？请问是陈玉儿女士吗？对，是我。您是？您好，陈女士，我们是沿江派出所的。你弟弟陈晓东斗殴伤人，你最好马上过来一趟，看能不能进行和解。如若不和解，那就得走立案程序了。什么？刹那之间，陈玉儿如同遭到晴空霹雳。怎么了？小东打伤了人，现在被关在派出所里。陈玉儿条件反射的脱口而出，但话一出口，立马后悔了。不关你的事，只要你能离我远点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陈晓东，这个小舅子，现在的陆萧璇可太行了。虽然他前世差点嘎了自己，但一直以来，他对玉儿的维护，对西西的宠溺，都要比自己强上100倍。就冲这2点，他都必须全力帮助这个小舅子调解室内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是陈晓东的姐姐陈韵儿，是我弟弟不懂事打伤了人，还请你们能高抬贵手放我弟弟一马。求你们！一进门，陈玉儿立刻就哽咽着含泪躬身，看得陆萧璇心酸不已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有用的话，那还要警察干什么？放你弟弟一马啊！说的轻巧，你怎么不让你弟弟高抬贵手？我弟弟脑袋上可是缝了7针，整整7针。一听到陈晓东是打破了对方的脑袋，还足足缝了7针，陈玉儿摇晃身体，差点倒下。是我这个当姐姐的不好，没有好好管教他，回头我就好好教训他，让他给你们道歉，求你们高抬贵手，放他一马好不好？要不你让我把你打一顿，我再给你认错道歉，是不是那样你们就能放过我弟弟了？对方顿时被噎住。哇，我们是良好市民，不干这种事。行了，别废话了，所谓的和解，无非就是想要钱，说吧，多少？再也忍不住的陆萧璇开口道：“这种戏码他见过太多了，不过毕竟是小东伤人在先，所以哪怕明知对方是要讹，也得受着。”陆萧璇，这没你的事，你给我滚，赶紧滚！
听到陆萧璇出声搅和，陈玉儿顿时急了。他能不知道对方就是想要钱吗？但现在一穷二白的处境，他去哪里找钱啊？你小子是谁？有你说话的份吗？我是陈晓东的姐夫，你说有说话的份吗？韵儿，难道你觉得低声下气的哀求几句就能让他们放过小东了？他何尝不知？可是他带着西西出去租了房后，连200块都掏不出了。你是那小子的姐夫啊？好使，看来你的确是个明白人。我也不藏着掖着了，拿10万块出来，少一分都得让那小子留案底。你也就是碰见咱们家了，搁别人打死你！听到10万这个字眼，陈玉儿差点没瘫坐下去。10万是吧？行，给你们。他不想陈玉儿再去哀求对方，直接答应了下来。接着从牛皮纸袋里倒出10沓现金，这是10万，希望你们能马上去撤。染发男子表情复杂起来。我突然想到，10万还不够我弟弟的营养费，精神。这儿可是有监控录音的，你再说下去，那就是敲诈性质，别回头原告变被告后才知道后悔。听我一句，10万不少了，见好就收。陈晓东的情节并不严重，否则也不会让咱们和解。这种情况，就算你们要继续追究，他顶多也就是背个案底，但那样一来，你们连根毛都捞不着。所以现在10万够了吗？陆萧璇的话霎时让对方慌了神。10万就10万，就10万好了。边上陈玉儿的大脑早就一片空白。那个畜生，他哪来的这么多钱？不对，去云山网络时他是空着手的，那个纸袋是出来后才有的。难道这钱是张总给他的？可这怎么可能？似是知道陈玉儿在想着什么似的，陆萧璇笑笑道：“嘿嘿，你个小傻瓜，别瞎琢磨了。这些钱的来路不肮脏，也不是我从张景山那里坑蒙拐骗来的。我今天早上在古玩城那里捡了个漏，正好碰上张总，他出30万跟我买了下来。因为他忘记带手机跟银行卡了，所以让我去他公司取钱。没想到在他公司遇上你，我真的不是跟踪你的。捡漏？就你还能在古玩城里捡到价值30万的漏？栽的跟头多了，难免否极泰来。果然还是那想着一夜暴富的烈性。”陈玉儿冷笑道：“既然你得到了这么一笔钱，就应该拿去还掉高利贷，免得到时还不上被嘎掉。”这不是小东出事了吗？当务之急就是帮小东解围。至于那边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肯定能解决的。别想了，我们出去等小东吧。陆萧璇，陈晓东看到陆萧璇，脸色顿时大变。你他妈过来干什么？谁让你来的？给你3秒钟，马上消失在老子面前，不然老子嘎了你！够了，你还嫌闯的祸不够大吗？还真想把牢底坐穿是吗？陈玉儿赶紧拦住他，痛骂起来：“姐，你还好意思说？谁让你打人了？你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数吗？要是真留下案底的话，你的未来怎么办？要是知道你有案底，小倩还会嫁给你吗？”陈玉儿恨铁不成钢的含泪哭喊起来：“爱嫁不嫁？你是不是想气死姐？是，你为什么要打人？姐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做事情一定三思后行，一定要冷静。你都听到哪里去了？是那杂碎羞辱咱们，说他认识不少大老板，说可以介绍姐姐，你去当什么情妇小三？哼，要不是最后被人拦住，我能当场嘎了他。”情急之下，陈晓东脱口而出，可话一出口，立马就后悔了。果不其然，陈玉儿已然满眼泪花。姐，我随即似是想到了什么。姐，你还跟这畜生在一起？我跟他是正好碰见的，又刚好接到叔叔的电话。不过要不是他，你现在还不能放出来。什么？合着还是他救了我？对方家属要10万块才愿意和解，那10万块是他掏出来的。啥玩意？姐，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？还有，如果他有钱，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往赌场跑吗？他说他在古玩城捡了个漏，卖了30万。警察同志，麻烦你们把那10万块要回来，我不要和解，你们把我关回去，依着程序判，我认了。你把这当成什么地方了？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，没其他的事了，赶紧回家反省去。民警都懵了，见过虎的，但没见过这么虎的。你疯了是不是？赶紧跟我回去！陈玉儿急了，拽住陈晓东就往外推。畜生，你那10万块，老子会连本带息还给你的，老子不会欠你的。你要是再敢欺负我姐，老子一样嘎了你。陆萧璇没说话，脸上除了那苦涩的笑容之外，还是苦涩。你真是他姐夫？不像是吗？造孽啊！我用前世记忆救了张景山，还准备带他去抄底廉价房。哎，造孽啊！正当陆萧璇准备转身离去时，听到民警交谈声：“老李，听说你要买房了，往哪买啊？能往哪买？哪儿便宜哪儿去呗。金林府7000一平，前100还能打96折。那不是城乡结合部吗？你也去买？哎，我知道，但这不是没办法吗？就这么点家底。”听着他们的交谈，准备离去的陆萧璇一下子愣住了。金陵府前世被炒得近乎风靡全国的楼盘，只因开盘第3天晚上，官方发布消息，那片规划改造成商业区，还会新建高规格院校，一夜之间房价暴涨5倍。想到前世这些，陆萧璇心里头已然有了盘算。当夜，不可描述后的张景山正坐在床边休息，然而脑中却突然想起陆萧璇跟他说的那些话：诱惑的一面，桃花姐留个心眼，栽跟头。虽说他听时不以为意，但此时这些字眼却在心头萦绕不去。踌躇一下，还是关掉了灯。我特么，这
是不是太多疑了？嘴上虽说，但还是拿出手机四处查看起来。当手机扫向一处插座时，屏幕上顿然出现了一个异常红点。张景山陡然愣住，该死！他急忙拿起依依的手机，输入那从来都不屑使用的密码。手机中保存的视频全是他跟依依不好好学习的内容。重要的是，所有内容全都给人一种是他在强行对接的感觉。这是想把我往死里整。删除那些文件后，似是想到了什么，翻开剧信，当看到与浪子的聊天记录后，张景山瞬间炸毛。我诅咒，话落转身离去。小珊珊，赶紧洗澡去。依依回到卧室，叫唤之下没有任何回应，映入眼帘的也只有那被撬开的插座。完了，都完了。他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。30分钟后，亲爱的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求你接电话，求你。然而没等电话接通，几名男子就伴随着踹门声冲了进来。1个小时后，说张总，他说那些视频还没给任何人发过，也没有备份，应该没撒谎。那个据信昵称叫浪子的，什么来头？是他前男友，叫林鹤，说是当年不懂事，对对方拍了不少学习视频，还被洗脑做过种种出格的事儿。分手后再无来往，直到他开始当主播后，才找上了他。继续，林鹤的弟弟是给白面贩子带货的，判了10年。那个林鹤也是个说白面的杂碎，张总咋处理？您吩咐。走到窗前，抬头看了看夜空，良久后，张景山才缓缓道：“逮着那个叫林鹤的杂碎，收拾一顿，然后让叔叔介入，问林依依肯不肯出面指证那个杂碎。他要是愿意的话，就到此为止；他要是不肯的话，我张景山有9种办法对付他。9种。是张总。”落地窗前，张景山目光凝重。陆先生，你真的会算命吗？不管怎么说，你这记人情，我张景山算是欠大发了。第2天，银行门口，陆萧璇正准备打车时，电话响起。张总，有事？陆先生，你在哪呢？在银行办卡，正准备走人。怎么了？哪家银行？海滨路的工商银行。不是，你有事吗？是不是那手串有问题？你要是觉得被坑了就留着，过2天我去给你换回来。不是，陆先生你误会了。那啥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很快就到，一定等我啊！张景山这通焦急的话语，直让陆萧璇一头雾水。毕竟他还不知道，张景山刚度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夜晚。10分钟后，你找我到底有啥事？陆先生，咱们找个地方说话，如何？我觉得没那必要。你要没啥事的话，那我走了，我还有事。你要去哪？要不我送你一趟，咱们车上聊。陆萧璇点点头，不做白不做。你不是来银行办卡的吗？这钱怎么还在手上？谁说办卡就要存钱了？陆萧璇看了他一眼，有点郁闷。对于这厮的古怪殷勤，他着实是想不通。也是，你这是要去哪？西城金陵府。你该不会是想去那破地方买房吧？你还是说说你找我干嘛吧。好吧，陆先生，听了你的提示，昨晚我在房间里找到了摄像头，如你所说，这是一个陷阱。陆萧璇闻言颇为意外。张景山这么快就给破局了，所以你是来感谢我的？感谢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则是我想问问陆先生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的？这才是张景山的真正意图。虽然陆萧璇不太可能直说，可他想通过微表情来判断是否有蹊跷。然而他面对的是一个曾坐拥数千亿资产的89岁老人，岂能让他看出端倪？不是说了吗？印堂直觉。就这么简单？陆先生不觉得这种说法有点牵强吗？别扯什么算命看相，太扯淡了。那要怎么才不牵强？说我跟他们是一伙的吗？说我想借机靠近你图谋不轨吗？不，陆先生误会了，我张景山有什么可被你图的？不就一家收罗主播带货的破网络公司吗？再就是有个特别多年的爷爷，能有啥可被陆先生图的？就是好奇，仅此而已。还是那2个字，直觉。直觉又是直觉，这不扯淡吗？而且一个如此从容淡然、滴水不漏的主儿，岂会是那种混吃等死的赌鬼人渣？陆先生，这次多亏你了，不然我真不敢想象接下来的后果。要不这样，中午我请你吃饭，顺便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认识，就是华兴商贸的老总。本来陆萧璇是想拒绝的，但听到要给他介绍华兴商贸老总后，顿时改变了主意。不为别的，就因为对方是韵儿的老板。行，不过先等我交完购房定金。好。陆先生，你真的确定要在这儿买房？从车里下来，张景山觉得自己还是有必要劝说一下。我要是说3天之后这儿的房价至少翻5倍，你信吗？知道张景山是好心，陆萧璇笑着回了一句：“就这翻5倍，开什么玩笑？别说是3天，3年他都翻不了1倍。看在一场缘分，你要是相信我，可入手几套。当然了，你要是不信的话，那就没办法了。”看到陆萧璇脸上那信誓旦旦的样子，他心里头也没个准了。你怎么就这么笃定？难道又是你说的直觉？对，就是直觉，爱信不信。扔下这句话，陆萧璇大步走去。我重生后，仅用2天时间将178块翻成34万，现在我要200万。看着陆萧璇的背影，张景山迟疑了下，还是跟了过去。要欢迎光临。不知2位先生想要什么样的户型？一见有人进来，售楼小姐马上欣喜地迎了上来。这栋楼王的价格多少？先生，楼王的单价是87,200。行，
那就19楼、20楼共来2套吧。售楼小姐愣住了，没想到在这还能撞上大客户。好，先生您稍等，我马上去准备认购合同。陆先生，你要一次性买2套？我要是有钱，我会把整个楼盘都盘下来。可惜现在只有20万了，只够交2套的定金。张景山嘴角抽搐不已，他不知道该怎么接话。很快，售楼小姐回来了，身后还跟着一个工作人员。先生你好，我是这儿的经理许彤。陆先生才是正主，我是过来凑热闹的。许彤尴尬不已，这才连忙看向陆萧雪，虚伪的媚笑道：“陆先生你好。”行了，别浪费时间，进入流程吧。我暂时不交首付款，只交定金，而且定金认购书可以进行转让。另外，不管房价上涨下跌，认购书上的价格不能变，有问题吗？此话一出，在场的都傻眼了，啥意思？这还怕房价马上会涨吗？怎么，我的要求很过分吗？陆萧玄其实是想要利益最大化，认购书上的价格不动，那么最后才能卖出最高的价格，估计不少于200万。陆先生，这个恐怕我得去问问才能给您答复。行，不着急。许彤一走，陆先生，你真这么笃定？信我你就试试。这下张景山心里摇摆起来了。几分钟后，许彤归来。抱歉，陆先生，让您久等了。怎样，行吗？陆先生，如果房价上涨超出部分打5折，咱们也有咱们的规矩，希望您能谅解。5折吗？陆萧玄听了暗自遗憾。5折就5折吧，到时卖不了200万，100万还是没问题的。行，可以。10分钟后，陆先生，记得7天之内交齐首付款或者全款哈。我肯定不会忘的。就在陆萧玄将要转身离开之际，也给我来2套吧。也按陆先生说的来，成吗？怎么？合着菜市场买菜呢？虽然咱们的房价便宜，可也远不至于是白菜价啊！哪有这么就临时决定临时买的？不多来几套？2套就好，2套就好。虽说几十万他无所谓，但那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呀。20万定金，大不了就当赔完了。又一个10分钟后，二人在工作人员热情相送下离开大厅。陆先生，虽然20万对我来说不多，但这可以说是我干过最不理智的事了。其实你可以更加实质一点的，比如一次性交10套定金，再或者直接买下10套。别闹，别闹！要是涨不起来，我就当20万赔你完了。直接买10套太大价了。陆萧玄笑了笑，没再多说。香榭丽舍，江州最顶级的餐厅之一。陆先生，香榭丽舍虽然说不是江州最顶级的，但论高级程度，没几家能比得过。看到陆萧玄在左右打量着周遭，他还以为这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。然而他哪会知道，前世的陆萧玄把香榭丽舍整个品牌都给收购，此时打量不过是记忆被勾起罢了。走吧，我们已经知道了。你这家伙还是那只迟不早的作风，我这都看了半天风景了。想必这位就是陆先生了吧？殊不知，陆萧玄在看到他之后直接愣住。瘸子见笑狂人，这一世居然见到本人了。前世这位深藏功与名的慈善狂人，15年间整整盖了100多所山区学校，资助了超过500名穷困学子读大学。至于瘸腿等等，对方遭遇刹车失灵的日子，正是金陵府开盘的那天，合着就是今天。长风，这位正是陆萧玄陆先生了。陆先生，幸会幸会，你真的是那种能掐会算的高人吗？没有半点架子，李长风半开玩笑的朝陆萧玄伸出手。李总，幸会，能掐会算不敢当，就是直觉比较准而已。长风，我还没跟你说呢，陆先生的妻子陈韵儿就在你们公司，要不是她，我都不知道咱们的合作差点中断。我底下的人也有问题，陈韵儿这种情况还硬着头皮去争取，有这种职员也是我华兴的福分啊！哈哈哈。得了，咱俩先不扯这些了，开吃吧，我都饿坏了。陆先生，这里的东西感觉如何？牛排解冻的时间长了一点，腌制的时候白兰地放少了，鱼子酱没问题，黑松露切片切的厚了些。逐一品尝过后的陆萧玄淡淡说道。然而这一开口，张景山却是愣住。他性格是粗人一个，也就知道个好吃不好吃，本是关心下他是否吃得惯，哪能想到对方说出这么一通来。李长风的表情更为复杂。陆先生对美食也有研究，我来的次数不少，总感觉有点瑕疵，可就是吃不出在哪。经陆先生这么一说，方才豁然开朗。谈不上有研究，就是舌头刁了点。张景山彻底懵了，还真是说中了，看来自己搜集的资料有误啊。而李长风这边则认为陆萧玄是低调内敛。不知陆先生是做哪行的？哪行？暂且是无业游民。无业游民？李长风看向了张景山。别看我跟陆先生也是昨天才认识的。那好吧。不知怎么，越是这样，他就越觉得陆萧玄神秘。饭后，一行3人走出香榭丽舍。陆先生，你是直接回家还是去其他地方？我送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辆车回去就行，免得麻烦。旋即朝李长风看去。李总，你是开车来的吗？
对啊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看李总的印堂不太对劲，今天最好坐别人的车，然后找人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车，以防万一。又把印堂搬出来说死，整得自己就跟个神棍似的。不过也没办法，抛开对方是自己钦佩的慈善家不说，他还是悦儿的老板，这个忙得帮。陆先生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这又是你算出来的？没开玩笑，李总最好相信我。另外，谢谢今日款待，先告辞了。长风，你是想让我相信他说的吗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我觉得还是得谨慎一点好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迷信了？不是迷信的问题，是我真觉得这陆先生很神秘，说不出的感觉。听我的吧，坐我车，你的车让别人慢点开去检查。行吧，听你的。1小时后，李总，不好了，李总，您的车出事了。本来欠债还钱天经地道，可你们千不该万不该。李总，您的车出事了。李长风闻言猛地从椅子上窜起来，脸色惊变道：“你说什么？出事了？刹车失灵，撞了一辆出租车，又接连追尾了几辆。停吧！前方如遭雷击。”陆萧玄说的一字一句，迅速在脑海里浮现。李总，李总，您在听吗？李总，陆先生，你到底是什么来头？先知嘛，这次欠的不是人情，是命啊！出租屋内，陆萧玄坐在沙发上，思索接下来的规划。无暇膏。一种能快速淡疤以及淡色素的神奇膏药，在前世也是他登顶超级富豪的利器。不过眼下还没法考虑那么长远，现在先弄出些样品来，消去月儿身上的累累伤痕。陆萧玄在接下来的3天回绝李长风与张景山的各种邀约，埋头准备无暇膏。江州某处，政府要发展西城的那片城中村，这事儿怎么这么突然？您老之前知不知道？知道。什么？您老知道这事？那您怎么不跟我说啊？为什么要跟你说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琢磨什么。我张卫民这辈子两袖清风，一心为公，难不成你要我晚节不保吗？张兴国顿时哑然，这就是老爷子的作风。边上，张景山却陷入了呆滞。他是怎么知道的？爷爷，你确定这事不会有人泄露出去吗？不会。那会不会是有人不经意说漏嘴了？哼，如果连这种事都能说漏嘴，你觉得他能坐上那个知情的位置吗？景山，你小子什么意思？爷爷，我在金明府交了2套房的定金，有人跟我说，若是信他，就多入手几套，还说他要是有钱的话，他会把整个金明府都给盘下来。此刻，张景山的脸上写满后悔。什么？父子俩顿时齐齐惊呼起来。你不是说内幕不会泄露吗？不可能会泄露。退1万步，就算真的泄露出去了，得知的人敢拿出来分享吗？景山，你说的那人是谁？爷爷，是一个很邪乎的主儿。怎么了？点点头。张景山把陆萧玄的事给一五一十说了出来。开什么玩笑？世界上还能有这种人？你可别是被别人卖了还帮对方数钱。抱歉，我好像不是在跟你说话吧？你要是听不惯就一边凉快去。18年了，到现在他都还记恨着父亲。当初若不是他，母亲就不会死于车祸。你这个小王八蛋！够了，你们这父子俩还有完没完了？哼！一件事可以说是巧合，2件3件，那就不是巧合了。不过任何事情始终都是有根源可追溯的。有机会的话，把他带过来，我跟他聊聊。好的，爷爷，我倒是也想见见神棍，说不定能当面拆穿他。张景山怒目相对。出租屋内，陆先生，你看刚才的新闻发布会了吗？看了。陆先生，我错了，我就应该听你的，就3天而已。要是我当时掏1000万出来买下10套，转手至少能赚个4、5千万啊！行了，说这些没用，有事吗？没事，我挂了。陆先生，还不知道你住哪呢？明天我去接你，一块去把那2套房子拿下，怎样？东浦大街路口，到了再给我电话吧。行，那就先这么说了，明天见。次日，待到陆萧玄坐上车后，才发现李长风也在。陆先生，不介意我跟过去凑个热闹吧？没事，前几天的事多亏你了，要不是你的提醒，恐怕我已经不能出现在这了。长风，陆先生的爱人可是在你华兴上班的，这救命之情，你打算怎么着？我今早已经提拔他为商务组组长，名头听着也许不咋地，但重要性非同。这话听着是在回答张景山，可却更像是在说给陆萧玄听的。那还差不多。张景山笑笑道，余光却是看了看后视镜中的陆萧玄，尽量别让月儿知道我。陆萧玄突然道，二人微微一愣，但很快也反应过来道，明白，陆先生放心，我肯定不会跟陈小姐说什么的。与此同时，华兴商贸，陈玉儿，王部，现在该叫你陈组长了。看来我是真低估你了。不仅能把合同拿下，还能让云山网络只接受你主持的合作，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不过我听说当时杨经理是不同意续签的，后来是你找了老总张景山，对吧？
对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就说你有本事呗，连那个万花丛中过的浪子都能拿下，不简单啊！恐怕不止咱们得羡慕你，连他们的那些女主播都得羡慕你啊！真是小瞧陈组长了。霎时间，周围的员工似乎全都想明白了一些事，朝陈月儿看去的眼神已是变了起来。王涛，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啊，就是说陈组长挺能干的。王涛冷笑着转身离去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他是在胡说八道，不是他说的那样。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陆先生，咱们现在就去交钱吧。交什么钱？购房款项啊。谁说我要买了？许经理。人群中，许彤应声走了过来。我之前订的那2套房子，现在盘价多少了？4万8。哦，4万8。根据协议，超过8000的部分按5折，那就是2万，加上原定的8000，就是2万8一平方吧。对于4万8，他也有点意外。看来因为是楼王的原因，所以涨到6倍了。是的，陆先生。许彤不情愿的应答。陆萧璇微微一笑，那一会得劳驾您安排办手续了。我想我这2份认购书240万一份，恐怕外面好多人要抢着买了。好家伙，20万本金，3天时间变480万，他到底什么来头？此时电话铃声响起。高材生，你他妈这是发财了呀！别他妈跟老子装傻！我的人见着你去金陵府买房了，金陵府的房子一夜暴涨几倍，你小子财力雄厚啊！怎么买房之前你不打算把欠的钱给还了？急什么？说好的1个星期，这不是明天才到期吗？还有，我这正准备给你们送钱去。够爽快！挂断电话，陆萧璇眼中透出了一缕寒芒。欠的钱他会还，但是这个高炮团伙他绝对不会放。来欠债还钱，天公地道，可你们千不该万不该去动人，所以这笔账我不仅要算，还要往死里算。他们娘的，是我陆萧璇的女人。我用前世记忆赚得480万，而后还钱，除债员顾玉儿。枫叶大酒店附近的一个小摊，陆萧璇根据前世记忆蹲守着。不多时，老板还是老样子，1碗蛋炒饭。闻声望去，见到了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，陆萧璇知道等的人出现了。你好，这里有人吗？没人，你坐吧。谢谢。打量着面前的姑娘，年轻漂亮，但没有年轻人该有的朝气。好久不见了，小雅。灰暗的眸子中瞬间透出一缕光芒。啊，你是谁？我们认识吗？你应该不认识我，但我认识你。陆萧璇也无奈，总不能说是穿越过来的吧，只能3言2语糊弄下这位可怜姑娘。我不能跟你说太多，但接下来的话你只要记住，我是值得你信任的人，我比你想象中更要了解你。当下我是唯一能够救你出火坑的人。你是警察？不是，还是刚才说的那些，就看你能不能信我了。看着陆萧璇那坚定无比的眼神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此刻小雅心中燃起了一丝莫名的希望，直觉在告诉她相信眼前这个男人。你单亲家庭，有个弟弟，妈妈生病需要50万，你找安达财务借了高利贷，最终被骗到枫叶酒店做那种工作，还需要我继续说下去吗？小雅傻了一样看着陆萧璇，良久道：行，反正我已经绝望了，不妨在最后做一次梦吧。在前世，不久后就是小雅的最后一次出逃，可惜这傻姑娘信错了人，最终导致香消玉殒。放心吧，我有100%的信心救你，只要你如实回答我接下来的问题。30分钟后，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话，切记不要再跟任何人提起。好的，陆先生，我听您的。这几天你就正常工作，等着吧，快了。陆萧璇自信的笑笑道。虽然凭借前世记忆已然掌握足够多的信息，但小雅那被嘎掉的2个闺蜜才是端掉对方的关键一环。当夜，哪位？江组长吗？对，是我。您是谁？江组长的这次回马枪，又是奔着孙天起来的吧？你是谁？想干什么？我是热心市民，我要说的是，没我的帮助，估计你们这回又得无功而返了。你的帮助？你的什么帮助？就在你们驻点办公楼外，出门朝西走50米后的绿化带，里面会有一个文件袋，这份文件足以让你们把整个孙天启势力连根拔起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说了是热心市民，江组长最好是赶紧去拿，亲自去拿。陆萧璇说完，直接挂断电话。若没什么意外的话，最多1个星期，彪哥团伙以及背后的势力就该被连根拔起了。前世那个要将玉儿卖到枫叶大酒店的团伙，他无论如何都要做到鸡犬不留。一晃3天，回到出租屋的陆萧璇看到陈玉儿正呆立在房间里。韵儿，看来你是真把高利贷给还清了，不然这会儿就已经见不着你了。那你是在关心我吗？打住，我就是回来看你有没有被抓走而已。陆萧璇拿出那瓶无暇膏。韵儿，这是一种能祛疤除痕的膏药，我给它取名无暇膏，你拿回去1天擦2次。你这段时间一直在弄这个？制作工序很繁琐，所以折腾了几天。相信我，这绝对好使。说罢，硬塞到陈玉儿手中。对了，西西呢？怎么没跟你在一起？今天这么危险的日子，他能来吗？我让小东在照顾着。好吧。你还没吃饭吧？要不为了庆祝劫后余生，我请你吃个饭吧。没空，我们马上就离婚了，不太合适。
那就当吃个分手饭，好聚好散总行了吧？陈玉儿怔怔发呆，片刻的正愣后，发现陆萧璇已经厚着脸皮在门口冲他喊道：“月儿，我先在楼下打车，你请客下来。”百华餐厅看着眼前高端大气上档次的招牌，陈玉儿不由皱眉：“你可别跟我说是在这里吃饭。”怎么了？你知道这的人均消费要多少吗？你捡漏赚来的那点钱，可不足以让你这样挥霍。咱们吃顿饭，这怎么能叫挥霍？还有，你以前不是说过吗？要是以后能在这里吃饭，肯定是别致的享受。难得现在掏得出钱，我想让你体验一下。罢了，总比你拿去输光强。进去吧，那就。良久，就在二人刚吃完时，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突然响起：“哟呵，这不是咱们的陈组长吗？”只见王涛走了过来，看到对方后，陈玉儿立即脸色陡变。“你是？”察觉到来者不善的陆萧璇眯眼道：“哦，自我介绍下，王涛，华兴商贸的副总，之前是陈组长的直属领导。没猜错的话，你就是陈组长的赌神老公吧？赌神先生这是在赌场大杀四方啊，不然怎么有钱来这吃饭？”王总，你有完没完？我在哪吃饭关你什么事啊？陈组长别这么大的火气嘛，见面打招呼不是应该的吗？难道你是怕我说出些不该说的，影响你们的感情？陆萧璇，咱们走，没必要跟这种人废话。急了，他急了，怕我把那些不光彩的事儿捅出来吗？王涛，你个王八蛋！我陈玉儿行得端坐得正，有什么不光彩的？那你着什么急啊？王涛讥讽一笑，再看向陆萧璇：“赌神先生，你老婆不仅拿下报价低的合同，还让对方老总指名道姓以后只认可他，完事没几天就像是坐火箭一样升职。你说你媳妇是不是很能干？”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签合同的是你知道的。然而陆萧璇却像是没事人似的，先是对陈玉儿微微一笑，再而看向王涛：“王总是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”预想中的家庭暴力场景没有上演，王涛倒是被问懵了。什么意思？这都还听不出来是装傻还是真傻？我说你被绿了，懂吗？你的老婆为了升职，把你给绿了，懂吗？他不认为一个窝囊的怂包赌鬼敢拿他怎样。呵呵，陆萧璇微微咧嘴一笑，下一秒清脆响亮，一巴扇罢，陆萧璇又是恶狠狠的一脚。看着痛叫出声的王涛，霎时间陈玉儿呆若木鸡，这还是那个窝囊怕事的畜生吗？我他妈！然而不等他扑向陆萧璇，后者已是抢先一步掐住他的脖子。你应该庆幸你现在是和谐社会。阴沉的说完，在一记重击下，王涛直接跪地不起。你此刻的陆萧璇让陈玉儿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你完了，你他妈完了！陆萧璇，你快走！想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？你先回去，人是我打的，始终都要做个了断。能让陈玉儿露出担心的神色来。此刻陆萧璇觉得什么都值了。与此同时，两道熟悉的身影并肩走了过来。景山二人想要考验我的直觉，殊不知我前世记忆中也有这场赌石大会。那边怎么回事？不对，这怎么看着像陆萧璇？还有那个女的，是他老婆陈玉儿。是他们俩。陆萧璇可是他救命恩人。王涛，怎么是你？李总，我刚看陈组长跟她老公在用餐，就过来打个招呼，没想她老公一言不合就对我动手。您知道那个耳光对我心灵造成多大伤害吗？李总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李长风跟我可是亲戚，我说的再假他也会偏袒我，等着把烂赌鬼。李长风想到陆萧璇曾交代过他们之间的事要瞒着陈玉儿，直接忽视陆萧璇，冲陈玉儿问道：“陈组长，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”李总，事情是……哟呵，这里头还有我的事呢！看到李长风与张景山都沉下了脸，王涛慌了。长风，听说这货是你亲戚是吗？一码归一码，一码归一码是吧？好，哥们谢过了。张景山点点头，大步走到王涛面前：“张总，你不要过来！”然而张景山却是置若罔闻，开始往他脸上狂翻起来。我特么让你嘴贱，我特么让你给我泼脏水！待到张景山出完气，王涛一根头发都没少，只是脸上多了2两肉。李长风则淡然说道：“王涛，自己回去收拾东西滚蛋吧。”陈玉儿怎么都想不到，这场闹剧的结局居然是这样。直至众人散去，陈玉儿都觉得不太对劲，而她打破脑袋都想不到，这一切只因为陆萧璇的存在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被抓到派出所了怎么办？口吻看似依旧淡漠，可要比以前好上了很多。怎么办？找律师告他诽谤以及人身攻击。餐厅有监控，他跑不掉，以他的身份不敢闹大，到时他会求着和解。陈玉儿怔住，这段时间内，他居然已经想好了有恃无恐的对策，为了把他告到底，不惜在拘留所待15天吗？对，因为他欺负你。你写给我的第一首。陈玉儿没再说话，此刻心有点乱。我不会把你拖下水的。还有，你就不怀疑王涛说的吗？如果你陈玉儿真是这种人的话，还用得着等到今时今日吗？呵呵，这些话倒是挺熟悉的。说完低头离开。
只留无言以对的陆萧玄呆愣原地。这时，口袋里的手机也是响起。张总，刚才的事谢了。虽说他能让王涛的结局更惨，可毕竟不管怎么说，对方都给足了他交代。陆先生，说这些干嘛？什么谢不谢的？我早看那玩意不顺眼了。陆先生，不知你对赌石有没有兴趣？明天西郊那边说是有批料要回来，陆先生要不要跟咱们一块过去凑凑热闹？凑热闹显然扯淡，这是为了试探我的直觉吧？不过明天的西郊嘛，前世我可是去见识过，什么叫一刀天堂一刀地狱的。好，次日，热闹繁华的主厅内，一声冷言冷语不合时宜的传出来。哟呵，张景山大少爷，李牧，我靠你大爷！你又想咋地？不咋的，就是有点鄙视你而已。一家都吃老书记的人情老本，等老书记两眼一闭，你觉得你跟你爸还有老本能吃吗？景山，冷静，别冲动。真给你爷爷丢脸！二位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，陆先生，让你见笑了。没事，景山啊，你是越混越垃圾了，现在都跟这种屌丝玩到一块去了。我是哪里得罪你了吗？不，就你这种下三滥，你觉得你有得罪我的机会吗？我就是为了恶心张家大少爷而已。姓李的，我跟谁交朋友关你屁事？我再怎么着，不也比你被一个人来不强吗？你得了，不跟你打嘴炮，一会靠实力说话。特么的，迟早有一天我嘎了他。陆萧玄皱了皱眉，没曾想对方能让张景山忍气吞声。他是什么来头？就一傻逼。景山的老对头了，四海集团少东家，家里不差钱。不过他之所以敢挑衅老张，是他有个在市局当大领导的舅舅，还有个从省里退下来的老爷。一听到四海集团跟市局领导这两个词，陆萧玄顿时挑起了眉头。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对了，陆先生，刚才那个王八蛋那么说你都不生气吗？对一个没几天可风光的主，有什么可置气的？啥意思？这是李牧的印堂不对劲，有点。开始了，赶紧打住印堂的话题。陆萧玄转口道：“姓张的带足钱了吗？待会开始要添彩头吗？”行啊，谁怕谁？正巧最近手头紧，一会输钱了可别哭。李牧阴阴一笑，论赌石这一块，你10个张景山都不是我对手。然而，随着活动进行了半天，双方一直都没有下手的意思。渐渐的，张景山有点忍不住了。这都10几个回合了，陆先生怎么还没半点动静？陆先生，你觉得哪块原石能下手？不着急。16号莫玩起黑乌纱，13万，有人有兴趣的吗？主持人表情有点尴尬的问道。来了，这块石头太适合小小报复一下李牧了，我要了。边上的人全都愣住了。不是，陆先生，你知道黑乌纱被人说成是10切9垮不？我说我要了。好嘞，老板，老板大气。老板，你是现在切还是放着先？现在切。姓张的，你这兄弟就是这么坑你的吗？就这破黑乌纱，从20万开始，一路跌价都没人要，这安的啥心啊？你张景山跟这种傻缺玩到一块，不仅丢你爷爷的面，还丢整个江州圈子的面啊！你特么说的这是人话吗？石头没切开，怎么就知道坑了？万一切开之后大涨了呢？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咱们赌一把呗。这要是能开涨，我输你100万；要是垮了，你输我50万就好，如何？不用。怎了？怂了？陆先生，有把握吗？有点。得到陆萧玄的回答后，张景山这才转头看向李牧，接着道：“我说的不用，不是不赌，是老子不占你便宜，不差这几十万，对赌100万。”有魄力，不愧是老书记的孙子，比你爸强多了。你特么能不能像男人似的，别整天阴阳怪气的，多说无益。来吧，开石头。随着机器声响起，刹那间，除了陆萧玄之外，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。有色，涨了。老蓝水飘雪花棉，这是高品质的老蓝水飘雪花棉。伴着切石师傅的惊呼，现场顿时沸腾了起来。发了，这是大涨啊！至少得值100万了。靠，老子这还是第一次见飘花的老蓝水啊！四起的骚动中，张景山跟李长风彻底呆滞。陆萧玄这只绝是不是太神了？如果说之前都是巧合，那这次呢？嚣张李家大少反复讥讽，我改主意了，今天坑他1000万。陆萧玄这只绝是不是太神了？这位先生，100万不用再往下切了，卖给我，成吗？100万少了点吧，真想要的话，130万拿走。陆先生，130万，他不要我要了。好，就130万。张景山笑看李放心，我李牧不差这100万。没想到还真被你瞎猫碰死耗子了。一而再再而三的羞辱，陆萧玄心里头顿时升起。看来不搭理你是不行了。姓李的，什么叫瞎猫碰死耗子？你这只睁眼猫倒是给老子碰几只看看。行啊，一会让你见识见识。接下来还有3块，咱们就把彩头玩到底，敢吗？我张景山有什么不敢的？这些年来哪次不是奉陪到底？
漂亮。虽然刚才栽了100万的跟头，可此刻的李牧依旧是胜券在握，毕竟他此行目的是19号原石。接下来这块是老坑的17号原石，有可能会出玻璃种，30万，有人有兴趣的吗？我要了，我出40万、 42万、 50万。不是，你就笃定里头真能出玻璃种？呵呵，要不你让给我得了。 52万、 60万。在陆萧玄喊出60万后，他放弃了。李牧冷笑出声：“张总，这块石头我说开不出玻璃种，我说开得出，怎么玩？不说玻璃种，只要能开出价值超过60万的翡翠，我输你300万，反之你输300万，如何？好，那就300万。这2位公子哥疯了，我觉得是张总疯了。赌石的成功率那是远低于失败率的。先生，现在要切吗？切吧，考虑。依着陆萧玄的要求，谢公师傅一刀切，顿时不可置信的哗然升起。玻璃种，我的天，这难不成会是满肉玻璃种？而且还是喜盈的纯色玻璃种，我靠！如果真的满肉，这块料的暴涨几10倍啊！惊呼声此起彼伏，李牧呆了，张景山2人也傻眼了。反方向再来一刀。依着陆萧玄的要求，师傅又是一刀上，还是跟第一刀一样，石头里全是透着荧光的玻璃。我靠，2个切面都没有半点杂质，这一星可以基本笃定就是满肉玻璃种了。别切了，2000万我要了。似是怕陆萧玄在冲动的去多余浪费，又一名富商着急喊道：2400万，要就拿走。好，就2400万，成交。60万，博得2400万，整个场子再次沸腾。张景山跟李长风已是嘴角抽搐起来。这还能用运气来形容吗？靠，这赌鬼是踩了什么样的狗屎？心里的400万了，还没完呢，你急什么？行，那就继续呗。陆先生，我服了，真的服了。张景山止不住的透出了一股崇拜之意，想到自己辛辛苦苦的经营公司，1年都赚不了几千万，而陆萧玄呢，几天时间资产已经不知翻了多少。张总，恐怕今天没漏能让你捡了。剩下的18号、19号石头，直觉告诉我，没东西。话落又补充一句，不过可以坑一波四海集团的少东家。哦，错了，明白。原本还有些失落的张景山，顿时在会议中来劲。这时，18号石头的叫卖已经开始。接下来拍卖的原石是本次重头戏，18号原石，起价300万，我要了。张景山毫不犹豫喊道：310万、 320万、 330万、 400万。张景山故作出一副激动的样子，420万。一阵踌躇之后，李牧还是忍不住，450万、500万、550万。张景山眼中燃起。难怪张景山能把李牧的女友全都给撬了，这演技，奥斯布卡都欠他一嘴小金人。 600万，这下全场都倒吸起了凉气来。300万的原石，斗气斗到了600万。然而此时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闯进来。哼，900万。众人心头又是一道重击。这小子直接900万，难不成这18号的惊喜更大吗？1000万，嘿嘿，算了，不要了。恭喜李少拿下了这块石头，这回彩头怎么赌呢？我说切开后肯定回不了1000万的本。张景山，你们怎么不玩彩头了吗？张景山，有你的！压住怒火，看向陆萧玄的眼神却是涌出了几分厉色来。李少，现在要开这块石头吗？待会。好嘞。最后那块19号石头，2000万，我一并要了，一起开。李少，这不太好吧？既然李少这么想要，那就让李少来呗，反正也不见得真就能开出正阳绿来，我就不夺人所好了。张景山戏谑一笑，李少，那就一并归你了，是要现在开还是放着先？现在开。好嘞。万众瞩目下，谢东师傅拿出生平最高水准。当19号石头切开后，李牧脸色顿时煞白起来。这怎么可能？除了窗口中透出的绿色之外，里头全是岩石。景山，陆先生，咱们走吧，保不齐这家伙一会发疯，对陆先生下手。对，先这为妙。科上，张总，是你带我来的，可却没能让你跟着捞一笔，抱歉。陆先生，瞧你说的，我不也捞了400万彩头吗？对了，陆先生，以后也别管我们叫什么张总、李总啊，这听得多生分啊。你比咱们年纪大，咱们叫你一声玄哥，你就喊咱俩名字得了。俺也一样。行，既然你们都那么说了，那我也就不客气了。玄哥哥，不急着回家吧，咱们先去吃个饭如何？也行，正好有条财路边吃边说，算是补偿下你们。什么财路？做空四海集团。
原是拍卖没能带上景山二人，作为补偿，我要带他们一起做空四海集团。餐桌上，玄哥哥，眼下四海集团蒸蒸日上，股票的上升势头也是最稳的股票之一。这节骨眼下去做空，这不是疯了吗？张景山不得不怀疑陆潇雪在股票方面的专业性。玄哥，在目前这种大环境下，做空四海集团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。李长风说话比较温和，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会认可做空四海。不对，玄哥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幕？还是说四海集团长硬糖了？内幕？他当然知道内幕，他亲手给巡查组提供了事无巨细的线索。反正路我已经指了，信不信在于你们。这张卡里2800多万，给我留下几十万，其余的你们帮我拿去做空四海集团。玄哥，这是来真的。他们清楚这是陆潇璇的全部身家。长风，你玩股票，我也给你2000万，我帮着一并拿去做空。你们都疯了！张景山玩味笑起来。我跟1000万好了。华兴商贸，陈玉儿刚接完水。组长，你手上的疤痕变淡了。什么疤痕变淡了？陈玉儿愣了一下。就是你手上的疤痕呀。组长，你是用了什么啊？陈玉儿这才抬手看了看，惊讶的发现，只擦了2天的无瑕膏，竟然有效果了。组长，哪买的？给我也推荐一下吧，这太神奇了。这是鹿，是我老公调出来的药膏，我就试一下而已。啊，你老公不是？小林，我接满水了，你来吧。陈玉儿心乱如麻的赶紧岔开话题。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出租屋中，陈玉儿呆若木鸡的问道：“你什么时候学的？”说出来你也不会信的。不过这不重要，你只要知道我没骗你，无瑕膏确实管用就行。我很好奇，你怎么？暴躁的砸门声立时也响起来。好啊，你个死丫头，果然在这里。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死活不接是吧？给你找了那么多有钱人，你一个都不见是吧？看到陈玉儿，刘美兰立马劈头盖脸的大骂起来：“爸妈，怎么了？这是？”陆潇璇蒙圈不已的问道：“你管谁叫爸妈呢？咱们认过你当女婿吗？姓陆的，我告诉你，你马上跟我女儿签字离婚，马上！”爸妈，你给我闭嘴！够了，你们还有完没完？是不是想逼死我？你们才乐意。素来都是逆来顺受的陈玉儿突然爆发：“什么叫逼死你？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吗？马上跟我回去相亲！”听话，你妈这都是一片苦心。哈哈，苦心？那女求荣也是苦心吗？哼，你个死丫头，你还跟我来劲了？难道你还要跟这个废物过一辈子吗？对，我就是要跟他一辈子，我这辈子就跟定他了。除了陆潇璇，我这辈子谁都不跟。这个答案你们满意了吗？姐，你虽然知道这是气话，但陈晓东还是被反差如此之大的陈玉儿给吓到了。你个死丫头，我打死你！但就是这时，陆潇璇一个箭步挡在了陈玉儿身前。妈，你过分了吧？我过分？我这不叫过分，叫瞎了眼。瞅瞅她那些小姐妹嫁的是什么人，过的是什么日子，连带着一家老小都过上了好日子。再看看他跟了你，这又过的是什么日子？离不离是您说的算吗？我今天把话放在这，就算陆潇璇他肯签字，我陈月儿也不签，我这辈子就赖定他了。陈月儿情绪激动的哭喊道：“她是真的受够了，受够爹妈把她当成摇钱树的嘴脸了。”月儿，你冷静点。没什么冷不冷静的，陆潇璇，你要还算个男人的话，今天就别让我踏出这家门半步。妈，我再说一次，我从没认过你这个女婿。说到底，您就是奔着钱。是吗？没错，有意见吗？哼，行。陆潇璇点点头，掏出那张新办的银行卡，这里头还有30-40万，您全都拿去，就当是我补偿过去落下的孝敬。30-40万？你跟我开玩笑吗？这是？你说你有40万根毛，我还能信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个废物还去借了高利贷，还能有钱给我吗？有没有钱？去楼下的取款机查一下不就知道了。密码是月儿的生日。你说的是真的？真的。好，我就信你一回。妈，你要是拿了这张卡，以后就当没我这个女儿。他不知道陆潇璇是哪来的钱，但他猜这应该是陆潇璇的全部身家。哼，如果真有钱的话，我拿又怎么了？我是他妈。拿来吧你！妈，你干什么？快还回给他！还什么还？这卡里有没有钱还说不准呢。就算有，那也是我应得的。忙慌把卡往口袋里一塞，走。爹，你等着，我去帮你夺回来。陈晓东放声落下，飞奔着追了出去。待到纷争散去，一直强忍着的陈玉儿再也控制不住。为什么？我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孽？泪水犹如泄洪般滴落。陈玉儿悲泣哭道：“玉儿，很快就会好了，快了。”你说什么？爷爷，怎么了？这是？你说他把赚来的2000多万交给了长风，帮他做空四海集团。
还让你们跟他一起。张维民的表情霎时变得凝重不已。对，我也觉得他疯了。虽然我们两家不对付，但不得不承认，现在去做空四海集团，绝对是疯子。四是怕老爷子会斥责他，赶紧又违心的补充道。不过老爷子，您放心，我没有陪他疯。爷爷，爷爷，您怎么了？没怎么。那个叫陆萧玄的年轻人，你晚点给他打个电话，问他明天有没有时间，邀请他到咱们家来一趟，我想跟他聊聊。什么你？这事你能不能办？能，必须能。张景山一头雾水的怔怔应道：什么情况这是？我前脚做空赚得2200万，后脚就去买下整个村。我应张景山邀请，到他家里面见老爷子。老书记，听景山说您老想跟我聊聊，不知道您想问什么，还需要把景山支走。但我想说的是，您尽管问，我一定知无不言。行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陆小友，昨晚我听景山说了，说你拿2000多万去做空四海集团的股票，能问问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的吗？就是觉得四海集团离衰败在即了。恐怕这话只有你敢说了。就四海集团现在的发展势头，你敢去断言它衰败在即？毕竟不是面对张景山，实在是没法把直觉这2个字搬出来。老书记，我知道您找我过来就是想问这事，在您面前我也不藏着掖着了。四海集团跟丰禄大酒店彼此之间是战略合作伙伴吗？没错，这又怎么了？据小道消息说，巡查组2度回马枪杀到江州来，极有可能是冲着丰禄大酒店跟孙天启。一旦孙天启跟丰禄真的出事，那么跟关系紧密的四海集团肯定会被拉下水。那样一来，我的做空就将赚得盆满钵满。你就确定巡查组是奔着他们来的吗？突然间，他发现阅人无数的自己竟然看不透陆萧玄，这种感觉从未有过。不知道，也不肯定。那你就敢把2000多万一头扎进去吗？老书记，我这也是赌一把，就赌个短期。如果巡查组撤离，四海集团没出事，那我肯定就撤了，顶多是折损一点。但要是四海集团出事，那就是一泻千里了，拼得过。不知怎么，张维民觉得对方并没有说实话，因为他总感觉陆萧玄是胜券在握，而不是在拼一把。景山说你是个很邪乎的人，而我觉得你是一个隐藏极深的老狐狸。还有你的这些分析，没跟别人说过吧？没，这我哪敢说。要是传了出去，我还能坐这里跟你聊天吗？你说的倒是没错。老书记，那您说说，巡查组是不是奔着孙天启跟丰禄大酒店来的？陆萧玄趁势装傻充愣。你小子真行啊！咱们这才刚认识，你就想着从我嘴里套消息了。2人相视一笑，一老一少，尽显狐狸之态。说点其他的吧，你接下来还有什么打算？以你对形势的敏锐洞察，我挺好奇你打算进军什么行业。老书记，说到这个，我倒是可能需要你的帮助才行了。你说说看。我接下来准备去生产一款祛疤除痕的皮肤膏，还望老书记能帮忙打个招呼，开绿灯。如果东西符合各项标准，倒是没问题。老书记您放心，我肯定不会给您添麻烦的。行，你展开仔细说说。第2天一大早，还未出门的陆萧玄就接到了张景山的电话。玄哥，出事了，出大事了！出什么事了？玄哥，就在昨夜，整个丰禄大酒店都被抄了，孙天启势力被连根拔起。还有，你还记得李牧那个也被巡查组连夜请去喝茶？然后呢？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陆萧玄继续装傻充愣道。果然，巡查组没让他失望。玄哥，有关系，关系大了去啊！这代表四海集团大难临头了。可以预见到，等到股市开盘，四海集团的股价就得狂泻，咱们那波做空得暴赚了。玄哥，你之前是不是已经预见到了这些？我靠，神了，这太神了！什么神不神的？就是直觉四海要面临危机而已。毕竟这些都是前世发生过的，他也提不起什么亢奋劲。那个玄哥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在我心里就是神。往后只要你说什么能赚钱，我张景山肯定二话不说，肯定跟玄哥一冲到底。行，只要你们俩肯信我。对了，4天后一开盘就是四海集团股票最低点，告诉长风准时收手，然后来接我，带你们去做个暴涨10倍、8倍的短线。好的好的，玄哥哥，4天后不见不散。车上，玄哥，股票账户的钱我提出来了，共计4900万，我已经给你转过去了。我已经收到了。陆萧玄平静如水的淡然一笑，这也让李长风不由暗自咂舌不已。多达4900万，即便换作是他，也难以做到面不改色。玄哥，咱们接下来去哪？远郊的金钟村。好，玄哥，你说的暴涨10倍、8倍短线投资，就是在金钟村吗？去买房，我之前已经去了解过了，跟村民代表也大概谈了价格。66栋房屋，我手上现在有4000多万，肯定吃不下这么多，所以我想着我拿下46栋，其余20栋你们1人10栋。玄哥，你是怎么想到去那里收购房子的？那是不是会出现什么机遇？算出来的，当然了，还是那句话，信不信在于你们。玄哥，你都能把全副身家兑进去了，咱们能有不信的道理吗？就现在，
就算你从地上随手捡起一颗石头，说里头有帝王绿翡翠，我都不带有怀疑的。只不过等进入到金钟村后，他傻眼了，放眼望去，一片荒芜，就连个小卖部都找不着。陆老板，您可算是来了，咱们全村这60多户人，对你可是望眼欲穿啊。钟先生，你好，你们全村66栋房屋全都愿意卖是吧？愿意。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哪有不愿意之说呀？行，既然愿意，那就好。玄哥，你真的要往这儿砸4000多吧？几度欲言又止后，张景山还是低声问道：“如果不是自己吃不下，又跟你们相交一场，我会一口气全都拿下。”玄哥，有你这话，我就不逼逼了。1个小时后，房管局迎来了史无前例的华风，数十号远交原住民拿着房产证明、土地证明前来雇捕偷盗。整整1个下午，房管局的工作人员都挤在蒙圈的状态。回去的车上，玄哥，你说这是短线投资，是怎么个短线法？10天8天，估计也就差不多了。冲着陆萧玄那句暴涨10倍8倍，他们以为是3、5月甚至3、5年，没想到居然只需10天左右。我算过了，那儿是块宝地，10年挣上10天8天应该够了。然而，陆萧玄还是低估了亨达集团的兵贵神速，甚至是只差一点，他就错失了这波暴涨10倍8倍的神操作。我带韵儿去买车，竟然遭销售嘲讽。亨达集团总部关于足球场选址的最终方案就是远郊这块，大家都清楚。昨天我收到消息，10号线地铁延长段将延伸到远郊，这是一个信号，高铁站肯定是下一个重大工程，这对我们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。远郊必将是咱们下一步的战略所在。政府那边提出要求，我们要先拿下金钟村那片已经私有化的土地，咱们必须赶在消息公布前拿下金钟村。萧强，董事长。金钟村的征收就交给你了，给你3天时间，必须拿下。明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对他来说，这任务根本就没什么难度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金钟村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。他要面对是带着后续60年记忆重生归来的陆萧玄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这车丑不好看，咱们不看这个。只是说丑的时候，又忍不住的看了一眼。你说不好看，那你怎么老在看？这车100-200万，是咱们能买的吗？真不给面子。先看看嘛，咱们坐进去看看。说着，陆萧玄朝边上的展区工作人员道：“这车能进去看看内饰吗？”销售人员看了看他们，露出一脸鄙夷道：“这车内饰很简约，没什么好看的。而且我看你也不像买得起的样子，别回头给弄脏刮花了赔不起。”打开门做生意，没你这么说话的吧？哟呵，我是为你着想，怎么还不识好歹呢？好了，这看也看了，摸也摸了，咱们走吧。你就不喜欢吗？说不喜欢那肯定是假的，但喜欢不代表一定要去拥有。这车不适合咱们这种阶层。喜欢那就行了，这车怎么买？哟呵，你还来劲了，过过眼瘾就得了，咋的？还想体验购买流程啊？说说价格。陆萧玄冷冷道：“没空。”萧玄，算了，我们走吧。陈玉儿急了，她相信陆萧玄在金陵府赚了400万，他是拿得出100-200万买车的，可应该先拿去启动无瑕膏的生产。难得你这么喜欢，而且咱俩这些年都没给你买过什么东西，这辆车就当是我暂且补回一些缺失吧。不，我不要，你别这么义气。你不是说要生产无瑕膏吗？把钱拿去投产，先做实验。你要是真想让我对你改观，就别这么犯坏。韵儿，你觉得我像是那没谱的人吗？放心，买大 G 的钱有，投产的钱也不会缺，而且我现在也的确需要买辆车。不，你实在要买，就买辆10-20万的吧，足以接送我跟西西了。哟呵，你们俩可真能演啊！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你说你又把奔驰的经销权给拿下来了，不愧是挖美的，真这么财大气粗。嘿嘿，阴阳怪气可不是你张公子的作风啊。不过最近我有个刚结交的哥们想买车，在你这看看吧，有合适的我跟他说一声。哥们，对，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的哥们，指哪打哪的那种。什么来头？是真人，也是明灯。我家老爷子跟他见过一次，聊了什么我不知道，但老爷子是这么跟我说的：10个我绑在一块都不够给他提鞋。话罢，张景山在放眼往前望去时，当下一喜。我去，巧了，怎么了？刚跟你说的这位哥们就在你店里。扔下这句话，快步往里走去。玄哥哥，这突如其来的画风，一下把陈玉儿给整懵了。这不是云山的张总吗？只是那肉麻的玄哥哥，怎么好像在喊陆萧玄？哈哈，玄哥哥，你这是要买大 G 啊？你要看上了，那好吧，我给你介绍个朋友。赵总好，赵继伟，我大学同学，这个奔驰店就是他的，喜欢什么都能让他打折。本来他一直都想着给陆萧玄送辆车的，无奈一直遭到拒绝。今天这必须得借花献佛了。既然景商喊你玄哥，那我也随之同称了。玄哥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好，赵总。景山的哥们，也就是我赵继伟的哥们，咱们不扯加价那些。你要是看上了这款大 G 143万的车身价，再给你打个8折，115万的。
要不是觉得不能表现太不懂，就冲张维明那番话，他是真想以白送方式去结交陆萧雪。那先等我们看看内饰再决定好吗？刚看见你们时，好像已经在谈购买流程了，不是吗？不瞒赵总，这位美女为我着想，怕我弄脏了赔不起，就没让我们进去看。本想我喜欢直接买了算了。什么？还有这种事？老周啊，你们家员工真牛掰。一般陆萧玄是懒得跟这种人计较，但无奈他倒霉，群伤到了陈玉儿，这就不能忍了。有没有这回事？赵总，我也不知道这位先生是您朋友，而且我也是为公司着想，要是什么人都能进去乱摸，弄坏了他们也赔不起。闭嘴！来者是客，这都不懂你还做什么销售？马上去财务结算，给老子滚蛋！谢谢赵总的好意，不过这车不适合我们。韵儿，难得赵总有心，不看了直接拿下吧，也不差这么点。此刻不希望陈玉儿抗拒到底，只得无奈接了这个人情。什么叫不差这么点？希望你把钱用在刀刃上，就算要享受，也等以后有实力了。边上张景山听得牙疼不已。一辆100来万的破大 G， 对于1月不到就赚4、5千万的人来说，这算是享受吗？嫂子，一辆大 G 不过分，选个飞黄腾达是迟早的事。再者说，开这车也更方便谈生意。嫂子，那就买吧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了。与此同时，什么？金钟村的房子1天时间全被买走了？我靠前世记忆截胡了亨达集团的地皮，反收购谈判却不欢而散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次。肖总，咱们去迟了，金钟村的房子全被买走了，这怎么办？这肯定不是巧合，没人会去买金钟的房子，而且还是全买了。这说明对方要么是知道我们的计划，故意针对，要么是知道了政府的规划，无形中成为对手。不管是哪种情况，都不容小觑。去，马上去问那些村民，看是什么人买走的。另外，再打探一下对方什么来历。是，我这就去。坐在宽敞奢华的车厢中，陈玉儿觉得这一切犹如幻境一样。那个，说说无暇高的事吧，你是怎么打算的？我打算去收购一家代工厂，然后直接投产。收购代工厂，你哪来那么多钱？而且你买这车已经花掉100多万了。嘿嘿，韵儿，你是不是忽略了无暇高的效果？你觉得有可能拉不来投资吗？这倒也是，我没那做生意的脑子，以前的那些陋习就不要再沾了。想要成事，就别再沾半点赌，酒的话，真有应酬自然是免不了，但没必要的酒局，最好还是别沾。听着韵儿这贤妻般的唠叨，陆萧玄内心泛起久违的阵阵涟漪。好，听你的。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启动计划？再过10来天就差不多了，我得等一个人。首先，跟亨达集团那边扯皮的事需要时间。其次，那个家伙距离落魄也还得1个星期左右。等一个人？什么人？无暇高，我是受到对方启发才琢磨出来的。若能把他拉入伙，事半功倍。这对方可靠吗？绝对可靠。虽说那个家伙行事不按常理出牌，是个妥妥的怪胎，可论人品、忠诚度，在我认识的人里，绝对是排第1的。此时电话铃声打破了温馨氛围。你好，哪位？你好，请问是陆萧玄先生吗？对。陆先生您好，我叫苏妍，隶属于亨达集团。请问您是刚征收了远郊地区的金钟村吗？陆萧玄陡然一愣，亨达集团的人，这前后就1天的时间，差点就错过了。陆先生，没错，是我征了金钟村。怎么了？陆先生，您看能不能抽个时间，咱们面对面聊一下？你在亨达集团说得上话，拍得上版吗？陆先生，我希望能跟能排版的人谈，免得浪费时间。好，陆先生，我来安排您跟我的上司接洽。当夜8点，咖啡厅内，没想到肖总看着这么年轻，要不是网上资料摆在那，还真的让人觉得顶多就30岁。陆先生，你应该不会是过来称赞我的吧？肖总，您今天打算用什么身份与我谈？看着对方那泰然自若的模样，一瞬间，肖强竟是有了种难以言说的压迫。可对方分明就是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。不着急，陆先生喝点什么？白开水。肖总似乎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很重要吗？重要。如果是以亨达副总裁的身份，那怎么可以谈？个人闲聊的话，我只能谢谢你的白开水了。肖总，咱们还是别废话了，直入主题吧。好，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。陆先生，金钟村的地皮有出手意向是吗？出手的意向在于亨达集团能给我带来多少利益。听说您平均花费100万一栋房屋。这样，我代表亨达集团以150万一栋的价格向陆先生发起收购，如何？说话间，他死死地盯着陆萧玄，可他却看不出有任何表情变化。呵呵，肖总，你是在逗我吗？怎么了？这个价格，你觉得我有必要拒绝那个叫苏妍的女士吗？150万，她就能拍板吧？肖强眯起了眼来。陆先生，你昨天才完成的收购，就1天的时间，50%利润，这不少了吧？这就是你们亨达集团的诚意吗？是的。陆萧玄不急不缓喝了一口水。
而后说道：“肖总，谢谢你的白开水，再见。”说罢，大步离去，只给萧强留下一道让他凌乱不已的背影。该死的，哼，竟然就这么直接走了，这么不按常理出牌。唉，这次是他，能确定这是一个难缠的角色。看来这事儿还得找董事长汇报才行了。回到出租屋，陈玉儿正在看电视。西西睡了吗？刚睡下。本来以为你要很久，就没让他等。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没谈拢。怎么了？我想赚4个亿，对方只想让我赚2000万。陈玉儿顿时石化。你又喝酒了吗？你闻着酒气了吗？不是，你没喝酒，那怎么还满嘴跑火车？说什么赚4个亿？你知道4个亿有几个零吗？哼！陈玉儿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。哎，果不其然，女人啊，面对真话的时候往往不信。反正就是没谈拢，倒不如回来陪你嘛。这才多长时间？经商之道有你这样的吗？韵儿，耐心是取决于彼此间的需求关系。现在是对方需要我，而不是我需要对方。啥意思？算了，说多了你也不懂，看我的吧。夜幕下的张家，你在做空四海集团这事上赚了多少？车出来没有？什么赚了多少？张景山心头一咯噔。爷爷，您盯着我干嘛？你说干嘛？你真以为我这80几年白活了，几10年官白当了？已经撤出来了，赚了1000多万。张景山挠了挠头，不敢去直视老爷子的眼神。1000多万，看来你是真的很信任那小子。对了，他现在在干嘛呢？他之前跟我说想生产祛疤除痕的皮肤膏，怎么没见他来找我了？这是我不知道啊，他也没跟我说过啊。你不知道？不知道，他从来都没跟我提起过。张维民若有所思的顿了顿。那你知道他现在在整什么幺蛾子了吗？爷爷，你可是连我都没这般上心过啊！少废话，告诉我。说出来您可能不信，做空四海集团，他赚了2000来万。完事跑到远郊，把赚来的钱加上之前的本金，几乎全往金钟村砸了进去。您老应该知道，那就是一块鸟不拉屎的荒郊。他一口气连地皮带房子买下了46栋，然后还剩下20栋。他让我跟唐风一人10栋，咱俩也跟他一起并肩作战了。什么？金钟村？暂时打消离婚念头的韵儿，非要带我一起参加小舅子的订婚宴。姐来了。靠，你来干什么？谁让你来的？姐，你怎么还把他给带过来了？小东，陆萧璇他跟以前不一样了，这次他是真的改邪归正了。改？他改得了？用不着3、5天就得打回原形。他改的次数还少吗？这次真的不一样了，你信姐最后一次。姐，他又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？唉，你要再这么说话，那我就回去了。姐，你……他了解姐姐，再说下去他是真的会走，赶紧封口。小东，我知道我对不住你姐，也辜负了你，错了要认，挨打站稳。我没那个脸去解释，我不求你相信我，你只要相信你姐就好。你可给我省省吧，看到我姐的份上，今天不赶你。不过你要是再敢伤我姐分毫，我一定嘎了你。对此，陆萧璇只能黯然苦笑。我信，也不是没被你嘎过。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看着吧，小东，我不会再让你失望的。这时，刘美兰走了出来，因为那30多万，倒是破天荒的掠过陆萧璇，直接冲着陈玉儿冷冷道：“你这时间点卡的倒是妙啊，等我跟你爸都忙活好了才来。”不过早已心死的陈玉儿，此刻就像没听到一样，默默呆立着。妈，你这阴阳怪气的说啥呢？我也没让你们张罗这些，是你们非要整这么一出，还怪我姐不来帮忙，她不来帮忙就对了。你可真是不识好歹的小王八蛋！知道陈晓东一直都袒护姐姐，也不敢继续嚷嚷，只得作罢。10分钟后，小倩，你爸妈呢？他们临时有点事，就不来了。不是，要是不来的话，怎么不早点说？我爸妈也不用做这么多菜。哟呵，怎么你还怪起我来了？我也没让你们家弄这么多菜啊！后者顿时一脸样样之色，完全没了那爱嫁不嫁的气焰。小倩，没事，既然你爸妈临时有事，那就下次。小倩，对于你俩的婚事，你们家现在是什么想法？阿姨，结婚可以，但我爸妈养我这么大不容易，彩礼不用多，18万就好，婚房室内的100平方就行。知道你们困难，不用全款了，但得是好地段的，首付也就60万，车也不用太好，就20多万的就凑合。小倩，这加起来得100万了吧？陈玉儿忍不住皱眉道，而王倩却是不以为然。100万很多吗？比起我身边那些姐妹，我的要求算是很低了。小倩，你之前不是说只要买了婚房就行吗？对呀，我之前是说买婚房就行，但那是全款。想想你们条件不是很好，我就退一步改首付了，只要后续贷款你们帮着一起还就行。如果你考虑小东的家庭情况，那就不该提出这些要求来吧。100万，这不是小数目。
都没。陆萧玄此时竟然开口了。一个没羞没臊的蹭吃玩意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这些饭菜还堵不住你嘴是吧？对此，陆萧玄无奈的耸了耸肩，并不反驳。那你说我该提什么要求？像小东姐姐一样，什么都不要求，然后跟你在城中村租房子，刮风下雨都骑小电驴吗？话毕，姬子哼了一声，不仅是冲着陆萧玄，更是冲着陈玉儿。正当陆萧玄失去晋升之时，口袋里的手机倏然响起，看到是萧强的来电后，起身离席。韵儿，我去接个电话。去吧，赶紧有多远滚多远。陆萧玄不予理会，拿着手机走向阳台。饭桌上一直沉默的陈晓东悠悠开口：“王倩，你这确实过分了些。怎么给不了吗？不行，那就算了呗，那这婚就别结了呗。”你，陈晓东颤起了脸来。你什么你还跟我来劲了？现在是你们家想娶我进门，不是我王倩求着嫁给你。眼见场面要失控，陈宝坤急了：“臭小子，你嚷嚷什么嚷嚷？小倩，你看这样行不？18万彩礼、房子首付都可以，就是这车，咱们就给个首付成不，挂你的名字，然后我们两口子来供贷款，你看行吗？”爸，闭嘴！这行，结果都一样。而后，心满意足的王倩换上一副嘴脸，朝陈晓东道：“亲爱的，这真不是我为难你，是我爸妈坚持的，你要体谅我。”我口干，我不想说话。口干是吗？行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去。说着，王倩走向临近阳台的饮水机。小总，我也不废话，我的底线就是1000万一栋，总价6.6亿。你们真想要的话，拿6.6亿来，我马上卖给你，少1分都免谈。这话好巧不巧的被王倩听了进去，端着水杯回到饭桌。叔叔阿姨，小东姐夫现在做什么大生意了吗？小倩，你怎么突然这么问？刚才倒水，听到你老公在阳台上又是肖总，又是什么6.6个亿的，这不是大生意吗？都吹，都用亿来计算了。王倩十足玩味的讥笑道。反之，陈玉儿的脸上挂不住。陆萧玄这王八蛋，他这又是整哪一出？我呸！就他还几个亿，满嘴跑火车，没一句真话。今天要不是看在小倩你在的份上，我早就让他滚蛋了。阿姨，你可别这么说，再怎么着，他不也是你的女婿吗？王倩皮笑肉不笑的继续煽风点火。我们可从来没认过这女婿。那看来真是在吹牛啊！本来还想找他资助一点，给我们换大婚房呢。感情这是故意吹给我听的啊！此时陆萧玄刚好回来，怎么了这是？你是不是又满嘴跑火车瞎吹牛了？我吹什么牛了？陆萧玄一头雾水。刚才王倩去倒水，听到你在说什么6.6亿的买卖。我至于吗？我都不知道他刚过去，我吹给空气听吗？他听错了。陆萧玄一脸无辜，演技直奔奥斯布卡。你确定？我犯得上吗？我那行，没事了。爸妈，小东、小倩，没事，我们先走了。面对父母的无视，陈韵儿也淡然无视。小东，日子定下来之后，跟姐说，有什么要帮忙的也跟姐说。再说吧，姐。随着王倩的加盟，小东内心的爱已然松动了起来。许久，待到王倩也离开后，表情如一潭死水的陈晓东悠悠道：“这婚我不想结了。”什么玩意？你个混账东西！你说什么？我想了想，这种姑奶奶，我陈晓东真伺候不起。爸妈，你们是想把陆萧玄呢豪来的30几万也给我搭进去是吧？然后再加上你们的养老金，最后还得你们来还车贷。我干不出这种事的。我想清楚了，只要他坚持，我就不娶了。你个小王八犊子！我告诉你，我就认准了小倩，你要是不把这婚给结了，我就死给你看。我依靠前世记忆，吃定亨达集团必须接受出价。车上，我不该让你跟着来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我就是想着看看能不能让你修复一下跟小东的关系，但现在一琢磨，其实可以找其他机会，不一定要到家里去看我爸妈那些脸色。嘿嘿，没事，你爸妈什么时候给过我好脸色了？不都习以为常了吗？对了，送你回去后我要出去一趟，有个事需要去办一下，如果太晚就不要等我了。去吧。不对，我晚上什么时候等过你？脸皮怎么那么厚？亨达集团，陆先生你好。肖总你好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是啊，又见面了。想起前晚在咖啡厅的碰面，肖强又是一阵牙痒痒。肖总，咱们就别废话了，我要的那个价，你们考虑清楚了吗？陆先生，咱们能理性的去对待这个价格问题吗？您要的6.6亿，这是不是过分了点？理性，我就是理性才会要这个价，我个人觉得并不过分。陆先生，远郊金钟村那么点的地方，6.6亿，这是天价中的天价。不说亨达集团，任何一家公司都不可能会花这种价格去拿下的。说到点了，没有任何一家会以这种价格去拿下。我认同，至少目前来看，的确不会。
蛋。陆萧玄的这声蛋一下让萧强的心的提了起来。但我相信亨达集团会要的。怎么说？就凭短短2天时间里，你们亨达集团跟我通了3次电话，见了2次面，然后你就凭这2点想来开出天价？不，萧总误会了，我从没想着宰你们亨达集团，我只是觉得金钟村值这个价而已，否则我会无端端拿几千万跑去援交争夺一条荒凉的古村吗？不知陆先生能不能说说看？我要是没猜错，你们手上有江州地图以及地铁每个阶段的路线延伸图吧？能给我提供一下吗？地铁这2个字让萧强的瞳孔为之一缩，但立马就恢复了平静。虽然我不知陆先生为什么突然提出这么个要求，但这一点咱们还是能提供的。2分钟后，陆先生，图纸在这，您是怎么个说法？陆萧玄不动声色，拿起笔来，以地铁路线图作为参照，在江州地图上画了几笔，每画一个阶段，即伴随着一个阶段的规划景点。待到停笔时，整张地图已经被画得完美。而浓重的最后一笔，正是在金钟村的边上画了个圈。萧大美女现在觉得这值多少钱？萧强此时的震惊之色已经无比明显，因为陆萧玄所话所述与集团专业团队分析出来的如出一辙。当然了，我虽确定这个30交界的远郊要不了多久必定会变成黄金地带，可却无法判断出具体时间。但是你们亨达集团找上我，还是这般迫切的找上我，无疑说明了这事儿已然提上了议程。以你们亨达集团的能量，我相信获知道一些内幕消息是不难的。如此情况下，6.6亿还贵吗？陆萧玄的娓娓道来，让萧强感觉自己面对的是一位决胜千里的商界大佬。这到底是从哪冒出的妖孽？对方把话说到这份上，我们亨达集团已然没得选了。就在此时，一位中年人伴随着掌声走进来，正是亨达集团董事长。董事长看到徐家走进来，萧强条件反射般站起。徐董，久仰大名了。看着眼前此时意气风发的徐家，陆萧玄心中唏嘘不已。他不否认徐家的成就跟传奇，但却不敢苟同他的野心。哈哈，精彩！我徐某纵横山海几10年，从未见过像陆先生这样年轻，还能有如此雄韬魄力的人。哎，怎么说呢？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。徐董过奖了。陆先生，觉得亨达集团怎么样？没有再做客套，徐家突然斗转画风，笑问一声：“徐董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”嘿嘿，我的意思是，陆先生对亨达集团有兴趣吗？年薪任你填，岗位任你挑，如何？一向冷静的萧强却是猛瞪起了眼来。就这么一个少年，徐董就想用这种方式去挖他，这是何等的草率跟不理智！然而让他们意外的是，陆萧玄对此不过是付之一笑。徐董，过了呀，我跟你们谈买卖，你们却缠我身子，这玩笑可不好笑。没跟你开玩笑，金钟村的地皮6.6亿我要了，同时我也想聘请你到亨达集团来，哪怕是当个顾问都行，如何？徐董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不过这顾问我可干不来，我就是耍点小聪明加上运气好。退一步说，我这人向来松散惯了，不习惯被束缚。从徐家的表现来看，他知道对方是认真的，但哪怕年薪100亿，他都不会有分毫的内心波动。真不考虑吗？真不考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不想人所难了。不过你要是改变主意的话，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那就先行谢过徐董了。那徐董对6.6亿这个价格没异议了吗？有异议你就能让步吗？不能够。所以亨达集团是不接受也得接受了。高达6.6亿的交易，在徐家的雷厉风行下就这么敲定了下来。陆萧玄正欲转身离去，徐家突然叫住：“陆先生，怎么了？不知你对现在的亨达集团有什么看法？”陆萧玄稍稍一愣，旋即耐人寻味的冒出一句：“步子迈得太大，容易扯着蛋。当然了，买下我手中的那块地皮不在其列，是个明智之举。”陆萧玄走了，留给徐家萧强一道洒脱的背影。然而徐家却是在那句话中正起神来。董事长，那个陆萧玄是个人才，不可多得的人才。从他刚才分析远交的表现来看，他一个人就胜过我们整个战略顾问团了。可惜啊，还是没能为我所用。萧强啧舌，在他的印象中，还没有谁能被徐家如此评价。罢了，宣布说他，马上安排拟定合同书，省得夜长梦多。是，董事长。时机已到，收拢庞俊，投产无瑕膏。江州某处 CBD。黄总，您真不考虑一下我所说的无痕膏吗？你相信我，给我提供实验室跟经费，我必定弄出一款风靡全球的产品给你。哎，庞俊啊，庞俊，你是走火入魔了还是怎么着？这儿已经是你的第17站了吧？你知不知道你快成了业内的瘟神了？我就想不明白了，真要有那种能去祛疤除痕的产品，欧美那边不早就弄出来了吗？你是真的疯了，走火入魔了。你相信我，我有信心。庞俊只得咬牙争取。如果你想找份工作的话，我可以给你提供。虽说给不了你原公司的副总职位，但研发部的2号位置还是勉强可以的。前提是你得抛弃那不现实的狗屁无痕膏想法。
够死！好走不送。待到庞俊离开后，傻逼！大厦门口早就丢了往日风采的研发狂人，看了看头烈日，充满落寞之色的眉宇间再次重新焕发执拗。凭什么欧美人弄不出来的，华国人就一定弄不出来？我华国屹立世界之巅可不是靠的运气，我就不信找不着敢相信我的人。然而他却不知，按照原本的命运轨迹，他这一找便是7年，足足7年才遇上他的贤主陆萧玄。不过这一世他用不着在经受那般悲情，因为他前世的贤主陆萧玄已然开始了倒计时，静待他把这一轮币碰完之后，就该找上他了。当晚张家爷爷，我跟着玄哥在金钟村买的那10栋房屋出手了。亨达集团正收的吗？我当时1000万买下，亨达集团现在花了1亿争取，涨了10倍。张维明呆了，似是片刻，又仿佛许久，适才喃喃自语：之前我还预估的10年，如今再看，最多5年。陆萧玄这个名字，怕是就得震慑整片神州大地了。2日后，江州某公司门口，庞俊又一次被公司出门。过往8面威风的父母，今夏就如同丧家之犬。你们会后悔的，我保证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就在吼完准备离去之际，电话响起。哪位？庞先生吗？那头正在兜风的陆萧玄微笑道：你哪位？怎么有我号码呢？这不重要。庞先生，听说你想研发一款跨时代的无痕膏是吗？无痕膏，这是一开始庞俊的命运。你什么意思？想干嘛？庞俊的呼吸陡然急促起来。整个业界都认为你是疯子，觉得你的想法不切实际，觉得欧美品牌研发不出来的东西，咱们就绝对搞出来。我却不这么认为。凭什么咱们华国人就得跟着欧美人走？凭什么欧美人没有的能耐，咱们就不能有？他们才领先咱们多少年？刹那间，庞俊犹如找到了知音，疲惫与饥饿仿佛瞬时一扫而空。是，目前这些家伙只知道参考、研究、仿制。正是因为需要有人去打破局面，去革新，去挑战，所以我找你来了。你相信我，而且愿意给我进行投资。你在哪？我去接你，咱们面谈。好，复兴路193号。15分钟后，庞俊，我知道你这个人不拘小节，我就直接开门见山了。我给你一片任鸟飞的天，你给我把理想照进现实，而且你不仅要搞出跨时代的无痕膏，还要把那些贵族品牌从神坛上拉下来，取而代之。不是，你这怎么把我整得热血沸腾了？难道这不是你一直所追求的吗？是，我是有这种追求，但我现在连你叫什么我都不知道。庞俊现在着实是猛了，要不是看在你那车的份上，我都觉得你比我还疯，一上来就整这些让人热血沸腾的小词儿。陆萧玄，大陆无垠，既有潇潇落幕，一足玄鸟翱翔。陆萧玄淡然笑道：靠，你还真是小词一套套的。那陆先生是哪个公司？哪个品牌的？没公司，没品牌。啥？刹那间，庞俊抢先多了。哥们，你特意跑过来寻我开心的吗？这有点欺负人了吧？然而陆萧玄却是置之一笑。有钱的话，公司跟品牌都不成问题，不是吗？确实，公司跟品牌随时都可以成立。我负责投资，你负责研发跟生产，如何？你是认真的？这他妈就算你是我老子，都不带会这样吧？对，认真的。那你打算投资多少钱？庞俊有点绕不过来了。看你需要多少钱。打造一个研发实验室，再加上建立一条生产线，最起码都得几千万。你确定？我给你2个亿，除了实验室，你再帮我去收购一家代工厂，研发出来后直接投产，如何？庞俊差点没从凳子上摔下去。你是在跟我吹牛吗？2个亿，2个亿是什么概念？正如我说，哪怕你是我爹，都不至于能这样吧？小说都不敢这么写，太他妈脱离实际了。你觉得我有必要跟你吹牛吗？你的身份经历我就不多说了，我信你，你也自信，你现在无需多么信我，我要的是你相信我信你。陆萧玄笑着如是道。庞俊虽然还未绕明白，却已然有了种热泪盈眶的感觉。陆萧玄掏出手机丢到庞俊面前，看到那4点多亿的余额显示，庞俊立马急促起来。接下来去组建你的实验室班底吧，另外顺便去打听打听江州有什么代工厂有出售意向。收购代工厂，这是不是有点着急了？研发可不是3天2天的事儿，短期是无法投产的。庞俊是把陆萧玄当场人傻钱多的门外汉了。然而他哪知道无瑕膏的制作流程与配方，陆萧玄已经从后世带了回来。他需要的只是让庞俊用专业的技术去完事儿。但现在他不会告知庞俊，不然可能会打击到对方那舍我其谁的狂人心情。因为日后庞俊领导研发的产品可不止无瑕膏。基于此，陆萧玄不能冒险，他只需要时不时给点提示，加速一下研发进度就好。直觉告诉我，你很快就会给我带来惊喜，所以就当是未雨绸缪了吧。那行，听你的，
你都不怕我怕他奶奶个腿？我会给你省着点花的，因为这么晚2个衣服才够看的。不得不说，庞俊说话是真的有些缺心眼。好在前世写手术师在，陆萧玄清楚这货，想从他嘴里听到好话很难。你看着来吧，跟你共事，我习惯在幕后。啊，我们共事过吗？哈哈哈，没有，直觉。那好吧，回头把你银行账户给我，我先给你入账3000万，用作前期经费，够了。够！庞俊惊愕不已的连连应道，但马上便在啧舌中继续。我再问最后一次，你就这么相信我？真不怕我拿3000万跑了？你刚认识我，我可不是刚知道你。陆萧玄这话其实有2层含义，不过庞俊自然只能体会出浅层意思。庞俊凝视了他足足几秒，而后才从牙关中动容出声：“谢谢。君以国事待我，我必国事报之。”是我谢谢你。回想着前世的种种，陆萧玄也不由得肃然。我靠前世记忆挣了几个亿，实在没法装穷了。云山网络，玄哥，不是你说要买房，我们都忘了，你这身家数亿的大佬还住在城中村。买房是一早就考虑过的，就是不知道怎么跟月儿解释钱的来路，怕吓到她，所以才一直拖着。现在不想拖了，每次看到他们娘俩住那里，良心都会痛。你要买房，我们送你一套不就完了吗？到时你就跟嫂子说是我们送的就行了。打住，我不差这一套房子的钱，可别整这一出。见陆萧玄态度坚决，二人也只得放弃。那玄哥，你打算去哪儿买房？暂时没有目标，所以送月儿上班，顺便上楼找长风咨询下。谁知道他把我给领你这来了。哈哈，这是景山在行。那玄哥要不要去山水间看一下？我也是住那的，也就是个中高端，就是不知玄哥能不能看得上。张景山说完，一脸殷切地看着陆萧玄。也行，那就去山水间看看吧。好嘞。长风，你忙去吧，这是你不擅长。你这家伙！欢迎光临山水间。一进售楼部，微笑声迎耳而来。只是在看到那快步走来的女销售后，陆萧玄顿时愣住了。不仅是他愣住，对方也诧异到了极点。玄哥，怎么了？这是我高中同学，而且我还追过他。哦，这感情好啊！好什么好？没追上，班长凭借一篇作文捷足先登了。这么厉害？什么作文？我的区长父亲。双方互相打量一番后，陆萧玄首先开口打破了尴尬。10年过去了，非但没有长残，反倒是变得更加妩媚了。真是陆萧玄，不是说当年的高材生沦落成烂赌鬼，快要连饭都吃不上了吗？这怎么还跑到山水间的售楼部来了？林同学，是好久不见了，转眼10年了，没想到你还认得出我来。应该是我没想到你还能认出我来。陆萧玄笑笑，你除了看着成熟了点，白了点，还是跟当年没有任何变化啊？你不也一样吗？不对，你是比起当年要更加好看了。坏，谢谢。对了，老同学，你这是来看房子的吗？有你这熟人在，也省得我再找其他人了。你们这还有拎包就能住的房子吗？看他这神态谈吐，举止气度，这跟什么赌鬼酒鬼压根就没法沾边啊！抱歉，走神了。林梦溪尴尬一笑，老同学，有精装的、豪装的，你看看。楼王豪装的什么价格？那6栋2102合适，8万2一平，总价得2000来万。不过老同学，你要是想买的话，我可以去帮你申请折扣的。玄哥，既然你对这套房子有心，那就去看看吧。能看现房吗？这当然没问题，这边走。房中，这里装修也许谈不上有多么奢侈，但设计上绝对也是下了不少功夫的，都是独立设计，而且家具电器都是一应俱全，绝对可以直接入住。玄哥，就这套怎么样？就这套得了。老同学，你真买？这时轮到林梦溪不淡定，你以为我是跟你开玩笑啊？就这套了。那我去找老总，看能不能给你申请个折扣。那行，去吧。玄哥，你这老同学，别想，不适合你。怎么了？不会是你还惦记吧？要那样我肯定不想了。瞎说什么呢？信我你就别胖，玩或者结婚都不适合你。他可不是什么善茬。那好吧，听你的。没一会，通报完的林梦溪雀跃走。陆萧玄，经理的意思可以给你2000万整，你看。那就按这个价格算吧。那是全款还是？全款。这一声全款，林梦溪的眼神再度变颜。我这是错过了一只潜力股啊！20分钟后，看着陆萧玄那离去的大举，林梦溪久久不能回神。梦溪，那个陆少是你的同学吧？什么来头啊？能把他的微信号推给我吗？梦溪，说什么呢？别这么花痴好不好？我跟他虽然是同学，但也10年没联络了。打开手机，点开相册，看着陆萧玄那迈上大巨的潇洒身姿，这位曾经的班花眼中闪过一缕坚定。车上，老同学，今晚有时间吗？10年没见了，
难得重逢，出来吃个饭，算是感谢你。最近挺忙的，实在抽不出空来。这样啊，理解理解。那下次再找个时间聚聚了，有什么需要的话，尽管联系我哈。没问题，我先开车了，以后再聊。傅贤不但回应后直接挂断电话，另一头林梦溪轻咬嘴唇。老同学，这是你的欲擒故纵吗？不过没事，10年前是你追的我，现在让我来追你吧。晚上接上娘俩的车内，你这是要去哪？不回出租屋吗？给你们个惊喜。什么惊喜？待会就知道了，不着急。见陆萧玄这架势，陈玉儿不再追问。啊，爸爸，你走错了。西西，咱们先不回家，爸爸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，一个好100倍、1000倍的地方。啊，好1000倍，太好了。对，好1000倍。陆萧玄，怎么回事？这不是家里的行李箱吗？你这是？陈玉儿想到了什么，但却又不敢往下想，因为她觉得太过于疯狂了。哇，爸爸，这是我们的新家吗？对，这就是我们的家，是西西的家了。西西喜欢吗？喜欢，西西喜欢。我们有新家了，好漂亮。这就是你的惊喜吗？缓过神来，陈玉儿口干舌燥地看向陆萧玄。够惊喜吗？这是惊吓，这真是你买的吗？什么时候买的？今天。多少钱买的？2000万。2000万？你去抢银行了？喜欢这儿吗？你还没回答我哪来的钱？放心，肯定是挣得来的。还记得我说在古玩城捡漏的事吗？你说捡漏赚的钱，在金陵府订了2套房子，然后过几天。不知多久之后，陈玉儿瞪起了双眸。等一下，你还跟李长风、李总结交上了？那我被提拔成商务组长这事，跟你有没有关系？没有，提拔在前，结识在后。怕陈玉儿会多想，陆萧玄还是捂住了这事。你继续啊，我说到哪了？说到你在四海集团的股票上又赚了2000来万。接下来碰巧得知亨达集团有可能会把足球场这是在说天书吗？我的天，小说都不带敢这么写的。相比前世，我已然是高价收购，奈何村民们还是不知足。金钟村中建社，你个挨千刀的，你给咱们说清楚。你个丧尽天良的，你对得起咱们村几十户人家吗？你这个畜生，你联合外人把咱们全村人都给坑了，你还是人吗？我也冤啊！我打死都想不到亨达集团会把足球场定址在远郊，更想不到政府会把地铁修到金钟村啊！你们这是怎么回事？不要大喊大叫的，有什么不能好好说吗？几名民警挤进人群中，警察先生，您来评评理，看看他是怎么坑我们的。是这样的，村民代表一脸愤慨地道明事情。听罢，民警则是懵逼不已。这也能怪到中建社的头上去吗？各位叔伯兄弟，我真的没有跟对方同流合污，我那天在村口坐着，刚好碰见而已。他说他要大量买，量少就不要了，然后我才去找的你们，是你们都欢天喜地同意的，完事你们还天天催我落实这事，难道你们都忘了吗？你们凭良心说，能怪我吗？那行，那你去帮咱们把房屋地皮要回来，只要你能要回来，咱们全村不仅不怪你，还尽你的大恩大德。白纸黑字走了官方程序，给足了钱的，合法合规之下，是你们可以胡搅蛮缠的吗？民警的话让那些村民沉默了下来。的确，他们当时不但很乐意卖，还把对方当成了冤大头。警察同志，这才半个月，这搁谁能受得了啊？接受不了你们也得接受，这只能说你们运气不好。行了，都散了，赶紧各回个家，别在这为难人中建设。警察同志，那咱们就这么认了吗？认不认是你们的事，但我们的职责是保一方安宁。你们在这搞骚乱，咱们绝不允许。金钟村代表咬咬牙，建设，事情到了这份上，咱们也不说别的了。你这样，你给买家打个电话，开扩音，我们一起跟他沟通下。钟建设没得选，只能应声点头，拨通了陆萧玄的电话。喂，钟先生。陆老板，你好，有事吗？拿来吧你。陆老板，我是金钟村的村民代表呀。怎么？陆老板，是这样的，现在咱们村民几经合议，不想卖了，你看你能不能把房屋地皮还给咱们？你放心，你给咱们的钱，咱们也会分文不少的还给你的。不是，咱们可是白纸黑字，流程全都走完了。这还哪是你们说不卖就不卖的呀？陆先生，既然你这么说了，那咱们也不拐弯抹角了。咱们都知道政府要把地铁开通到远郊，亨达集团要开发远郊了。然后呢？然后这意味着金钟村肯定是寸金寸土了。
就给咱们100万，你觉得这个价格合理吗？在这之前，谁都不知道这些，我只是想找一块低廉的地皮去新建厂房而已。而整个江州就远郊的金钟村便宜，且就当时情况下，我出100万每户，这已经是良心中的良心了。恐怕是除了我之外，绝对找不出可以给得起这种价格的。但现在金钟村寸土寸金了，你们想说什么？村民反悔这点他早就想到了，因为前世他们就找亨达集团闹了很久，但最终亨达一直咬住了70、80万的赌，并没有一丝让步，因为这种先河他们亨达开不起。陆老板，你得给咱们补点钱才合适吧？行，我也不想废话了，我再给你们每家每户补20万。这并非是陆萧玄怕他们闹事，而是纯粹出于同情心。什么玩意？就补20万？你拿咱们当叫花子打发吗？咱们找人问过了，咱们每家每户的房屋地皮至少值1000万。听着对方这样声，陆萧玄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冷笑道：“那你们想要补多少？至少再补400万。400万啊？呵呵，既然这样，好，刚才说的20万我收回，现在不说20万，20块我都不会补，就这样吧。”陆萧玄戏谑的冷笑说罢，直接挂断电话。人心不足蛇吞象。毫无疑问，对方的不知好歹彻底碾碎了他那颗自制心。完了，特么的，他竟然挂了！400万是不是有点多了？多个屁！给咱们补，他都还能净赚几百万，多吗？但是对方要是不肯给咱们补，咱们往哪说理？往哪找人去？此时村民代表才后知后觉的闭嘴，毕竟对方是个人争购的，并不是什么公司集团，就算想闹事拉横幅，也找不着地方去啊。继续给他打电话，咱们降点价跟他谈。说罢，拿着中建社的手机继续拨打过去，但却是打不通了。这孙子把号码拉黑了，换号打。几名金钟村的村民不停换号打，只是无一例外，全都打不进去。其实刚才20万咱们就该接受了，人家不补也是合情合理的，不是人情，不补是本分。一名较为年长的村民摇头叹道：“本来还能有20万呢，这下鸡飞蛋打没了，全都没了。”山水见新房，西西睡着了。睡着了。陆萧玄，我感觉自己像是活在梦里，真的，我从没敢想象过自己能以这种角度去看珠江夜景。不，这不是梦，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。以后我们会住进更好的房子，会拥有更多的美好。说着，他突然伸手揽住了陈玉儿的腰肢，陈玉儿微微一颤，但这次没有挣脱。这些都不重要，对我来说，能够看到你的改变，这就已然是世间最美好的了。让我重新看到那个意气风发的陆萧玄，你能做到吗？以前的陆萧玄已经死了，新生的我会让你成为世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情到深处，陆萧玄的手开始不安分起来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妈妈，你怎么跑这里啦？西西要你抱着。好的，西西，走，妈妈现在就抱你睡觉。陆萧玄郁闷到了极点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哎，又失败了，这小棉袄漏风啊！”我靠，前世记忆紧了，转头打脸后迈回去。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什么意思？这是今天上午重逢，中午约饭叙旧，晚上就整出了这么条朋友圈来。算了，希望是我想多了吧，有些狗血了。次日，要不去买辆几万块小车给我吧，以后我自己开车送西西，上班也顺路。不想让我送了吗？只是想让你多睡一会而已，你以后肯定得忙起来的。那你开这辆大 G 好了，我再去重新买一辆。你又来，有必要这么浪费钱吗？几万的车我开着都慌，更何况我开着车去上班，像话吗？嘿嘿，那行，听你的。还有月儿，考虑过辞职吗？等你的无暇膏走上正轨了，我能帮上忙了再说吧。那也行，一会送完你跟西西我就去买车。一晃3天，陈玉儿的车技虽日渐熟练，但陆萧玄那共枕眠的愿望，每每都被西西搅黄，搞得陆萧玄郁闷无比。算了，时间到，该去那个地方了。我靠，玄哥，你怎么也来了？陆萧玄刚一出现，就听到张景山呼喊：“你怎么也在？”我被一朋友硬拉过来的，谁知刚来他就有急事开溜了。我觉得无聊，正准备走，没想到这刚出来就看着你了。玄哥，你这什么情况？有邀请？没有，正好看到，一下好奇就缴1万入场费进来了。就这种档次，你跟我说声就行，还收钱？真这么不要脸？你不是说要回去吗？回吧。陆萧玄不置可否的坏笑道：“玄哥，瞧你这话说的，你来了，我哪还能走啊？你懂的。”话落，贼眉鼠眼的打量了一眼周边，低声再道：“玄哥，这场拍卖会是不是有什么乾坤？我感觉你是闻着味就来了。”怎么这么说？
这是无极集团搞的低级拍卖会，你肯定不会无缘无故来。问题是高级的我现在也进不去啊。行了，既然不回去，那就一块进去吧。1小时后，玄哥，就刚那些眼神，这是拿咱们当成水鱼了吧？就这180万的玩意，至于那么热情吗？他不怕花钱，但他怕老爷子打断。都是压仓货，能不热情吗？哦，难不成这是肉？在骁勇的猎鹰人都有被鹰啄眼的那天。哦，真是漏啊！漏不漏的，待会你就知道了。走吧。去哪？无极集团。去无极集团干嘛去？连同你手上的这玩意一块卖回给无极集团。你能联系上高层吗？我想跟他们聊聊。不认识，但我的名号报给前台问题不大。不过玄哥，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着什么药啊？待会你就知道了。会客室。哈哈，张总，你要是想找我，直接找来我的手机号不就得了？哪至于麻烦前台通报？你们张家可是跟咱们无极集团渊源不浅啊。何总客气了。这位是？我玄哥，这次是他想找你们，我就是个陪衬。哦，陆总，你好，你好。何总，幸会。陆总，不知你找我所谓何事？一点小事，刚刚在你们的拍卖会上拍了3件物品：清代木雕、康熙年间的瓷杯，以及一幅临摹的松阳汉柏图。现在想卖回给你们。陆总，怎么是东西有问题吗？何总误会了，东西不是假货，相反，东西是100年难逢的好东西。我说的卖回给你们，也不是按照原价卖。关于价格，咱们待会聊。现在能不能把你们的鉴定专家给找来？什么意思？何志军被绕懵了，连张景山也懵了。何总放心，这对你们来说绝对是件好事。待会我相信你肯定会感谢我的。陆萧玄一改笑容，肃然说道：可以，看在张总边上，但希望你不是故弄玄虚。随着何志军的一通电话，很快就有一名老者走了进来。何总，什么事？何志军未作应答，看向陆萧玄。专家到了，说说吧，你要怎么着？陆萧玄拿起了茶几上的水果刀。何总，这刀我用可以吧？你用。景山，介意让我在这玩意上动刀吗？玄哥，你就算把它砸了都没事。陆萧玄不再废话，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，沿着一条很细微的裂缝扎了进去。不可，暴殄天物，这是暴殄天物啊！鉴定专家着急不已地大喊起来，就连何志军的脸上都是狂颤不已。这家伙，他想干什么？这是。然而陆萧玄却是置若罔闻，突然加大力度，木雕瞬间一分为二，里头则是显出一块晶莹剔透的玉佩。我的天，这怎么可能？咱们怎么可能一直都没发现？你打开这个盒子，是要把这块翡翠卖回给咱们无极集团。准确来说，是连盒子带玉佩一并卖回给你们。何志军没有第一时间应声，脸上尽是凝重之色。打眼了，我们无极集团的鉴定专家团竟然打眼了。何总，怪我们不利，打眼了。唐导严重了，这怪不得你们。随后深呼一口气，陆总，说说你想多少钱卖回？这是张总的东西，我只是越俎代庖去揭秘而已。玄哥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。这样，张总、陆总，1000万，咱们无极集团以1000万回购，如何？1000万，满打满算都还没2个小时，这算是最短的短线吗？何总，你这价格不太厚道吧？怎么不厚道？看那玉佩的品相，并非顶级翡翠，1000万这个价格绝对公道合理。没错，何总，你这么说也的确是没问题。但何总是不是忽略了一个问题？如果咱们要是拿出去卖，一旦让外界知道你们无极集团打眼了，把价值1000万的东西几十万就卖掉，这对你们会是何等的影响？这个道理，我想何总比谁都清楚。陆萧玄微笑道，哪怕向来冷静的何志军，都是控制不住露出惊慌之色。何总之所以找上你，就是想拉你们无极集团一把，免得你们因为这事儿砸了招牌。所以你按照市场价来给，不觉得有点不厚道了吗？要是拿着东西去你们竞争对手那，你说他们会给什么价格？何志军彻底没法淡定。那依陆总的意思，多少才合适？2000万，何总觉得如何？2000万吗？何志军不由看向了其他2物件。他开始就说要把3样都买回，极有可能3样东西全都打眼了。张总、陆总，稍等一下，我需要出去打个电话。刚薅完羊毛，得知月儿被欺负，我要教他做法。何志军很快便回到了会客室。张总、陆总，2000万的回购价，咱们同意了。都说无极集团处事爽快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陆总过誉了。不过你之前说要3样物件都买回给我们，瓷杯跟松阳汉柏图也有问题吗？对，那还劳烦大师费点功夫揭表吧。您确定吗？揭表没东西可复原不了。放心吧，东西是我的，我的算我的。好，如你所愿。 2小时后，鉴定大师也停下了手，可脸上却布满了不可思议。这康熙年间瓷杯里层居然是斗彩鸡缸杯。继续。毫无波澜的陆萧玄却淡淡说道：“4小时后，不可思议再次布满了鉴定大师的脸。这临摹的松阳汉柏图，竟是乾隆帝的真迹，价值数千万的真迹。何总，你们打算以多少钱回购？”陆萧玄站起身来，笑笑道：“
你是怎么知道那有乾坤的？这个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现在由你们揭出来，不是吗？如果是在外面被揭秘的话，陆总无需多言，你说你要多少钱？也不为难你们无极集团2个亿，而且和总尽可放心，踏出无极集团，我就会忘掉这事。我就是想着拉你们一把，才会第一时间找你们来回购，否则的话，我相信你们的竞争对手出价肯定不少于2亿。你就不怕我不认账吗？毕竟已经揭表了。褪去脸上的凝重，何志军笑眯眯地抛出这么一个问题：要是怕的话，我会就这样直接过来吗？怎么说？信你们无极集团的招牌，看错了我也无所谓，少赚点的事。哈哈，陆总果然不同凡响。的确，如果连这种账都算不明白的话，无极集团就走不到今天。连同刚才张总的总共2亿2千万，无极集团掏了，那就有劳何总了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是无极集团。你今天帮的大忙，可不是这点钱能衡量的。不多说了，我现在就去安排打款。说完大步离去。玄哥，我到现在都还跟做梦似的，这就赚了2000万。对了，玄哥，如果今天不是刚好碰见，那块木雕肯定是被你拿下了吧？没错。那你为什么还要让给我？因为你举牌了，别说2000万，就算值2个亿，我也不会从你手上争过来。然而陆萧玄不知道的是，别过头去的张景山已然是泪眼朦胧。玄哥，我不知道你对朋友的定义是什么，但在我这，咱们不说什么恩人那茬，你是我兄弟，能让我豁出去的兄弟。然而没等手机铃声骤然响起。喂，月儿。陆萧玄，我撞车了。先别慌，你跟西西怎样？我没事，西西还没接到，前面的车突然急刹，我一个没刹住就追尾过去了。他要我赔7万。从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撞车的陈月，显然有点乱了阵脚。没事，有保险呢，别慌。你在哪呢？我现在过去。解放路这儿。行，你等我一会儿，很快的。玄哥，怎么了？张景山立马急问道。月儿开车不小心追尾了，我过去一趟，你先回吧。靠，玄哥你开啥玩笑呢？嫂子开车追尾了，我能坐视不管吗？就普通追尾，人没事，不用一惊一乍的。没再理张景山，陆萧玄直接离去。张景山也是毫不犹豫跟了上去。月儿，陆萧玄，没事，别慌。你怎么走过来的？上个路口堵车扔那了，没事吧？嫂子放心，这小事一桩，淡定就是了。张景山也忙不迭跟着补充一句，然而听在对方耳里，直接炸毛。把老子的车撞成了这样，还他妈小事一桩，交警跟保险公司呢？真让老子一直陪你们这么耗吗？我忘记问你哪家保险公司了，所以还没报。什么鬼东西？还没报保险？我他妈！把嘴巴给我放干净一点。这次没等对方把话说完，陆萧玄的怒火直接喷发而出。王八犊子，你跟谁俩呢？老子这新买的保时捷，你还敢跟我嘚瑟？开一辆几万的破车，谁他妈给你叫嚣的勇气？玄哥，你先跟嫂子去接西西回家，这儿交给我处理行了。脸色已然阴冷的张景山忍不住，本不打算让张景山出面的陆萧玄，听到此话只能答应。行，那你来处理，我跟月儿先去接西西。去吧。殊不知对方却是急眼了，想走，撞了咱们的车就想这么走了。哟呵，瞎吗？车不是还留在这吗？我不是留下来处理吗？此时陆萧玄脚下一顿，声音有点冷的冲张景山道：“教他做人。”张景山一愣，旋即了然的点了点头。甭跟我这装逼，就你这样式的，老子见得多了，别再没完没了的浪费时间。别着急，相信我，肯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答案的。装逼，让我满意简单，拿7万来。7万啊？就这么撞了下保险杠？你开口要7万，那要不要给你换辆新的？就那俩口子的穷酸呀，还换新的？你个二驴脸，知道这车多少钱吗？你既然要撕了，就赶紧掏钱，7万1分都不能少。要是掏不出钱，那也成。这破车老子找人把它给砸了，那就算扯平。张景山是真的被气笑了，砸车扯平，呵呵，那行，等着哈，等我打电话找人送钱。张景山再次拿起电话，纪委。好，我这就过去。挂断电话，张景山冷笑着看着对方，等会哈，钱马上就到。说罢，往那辆保时捷走了过去，二话不说。好，你他妈干嘛？你不是想要钱吗？这车身损什么的，待会一并给你结账。你他妈没有搭理。张景山继续开车，一道辆好几辆未上牌的全新保时捷围拢过来。教训无赖交给景山后，我开始盘算收购跨时代的游戏公司。老张。话落，赵继伟把钱袋甩了过去。这里是100万。玄哥跟嫂子走了，我让他们先去接西西了。此时，保时捷车主傻眼了，袋子里是什么已经毋庸置疑了。
你打算怎么着？不着急怎么着？本来这就是一件再小不过的事，以玄哥的性格，花几万块私了就是了。哼！可这傻批玩意，嘴巴那就跟吃了响似的，一个劲儿的喷粪，把嫂子都给骂哭了。啊！赵继伟闻言，大步往前一迈，怎么称呼？不，误会，刚才都是误会，我也是一时心急，情绪就上来了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刚才是我的态度不对，回头我可以上门向那位女士道歉，怪我突然刹车才导致的追尾，责任在我，我来赔偿。呸！刚才的气焰呢？那咄咄逼人要砸车的气焰呢？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，你恢复一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是我。没等中年男人张景山又一脚往保时捷踹了出去。错你妈！有几个小钱就特么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？看别人是开便宜车的普通人，就能随便让你撒火吗？是我错了，我的错。这袋子里是100万，你看车损多少，自己拿。再或者按照你说的对等砸，你看我砸了多少钱的？这些全新的911，你对等车损价去砸。不，张总。这次是我的错，这钱我不能要，车我更不能砸，还希望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一般见识。你要不要？我不能要，真不能要。呸！那就赶紧滚蛋！张景山也懒得再说。谢张总大人有大量。车主哪还敢在最后换上那辆千疮百孔就扬长而去。老同学，这事儿是不是有点过了？真要弄他，私下里慢慢来。但你整这一出，要是给曝光出去，你考虑过后果吗？哈哈哈！你多虑了，就算曝光出去，也不会给我带来什么麻烦，或许还会迎来一片赞声都说不准。滚犊子！你别跟我这贫嘴。玄哥说了，让我教他做人。为什么不早说，让我也来两脚啊？与此同时，江州某处，喂，怎么了？在想那个灯火阑珊处的家伙吗？啊，说什么呢你？我说什么，你心里没数吗？把那种话往朋友圈上抛，这可不像是你林梦溪的风格啊。怎么恋爱了？藏得够深啊！我就是随便感慨一下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话说你到山水间上班也有大半年了，怎么就真没勾得上一个金龟婿吗？以你林大美女的功力，不应该啊。得，别跟我这贫了。问你个问题，你说，一个以前追过你，但被你拒绝过，现在发现当初看走眼了，你会怎么做？他帅吗？堪比彦祖。什么条件？100-200万的座驾，2000万的房子，随手全款买。结婚没？不用问这个，就这种条件，肯定不惜一切都要拿下。他好像对我不感冒，当初在学校里的那股热情一丝不存。还是同学啊？那好办啊，穿个同学聚会，机会不就来了吗？以你的条件，有啥男同学能顶得住？林梦溪沉默下来，双眸渐渐迷离。或许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呢。当晚客厅中，陆萧璇紧闭双眼，看似平静的脸上，脑海中已然急速运转。轮回前世，一款名为《轮回》的网游风靡全球数十年，哪怕鹅厂都被拉下了神坛，最终走向没落。而随着科技的升级，最终进入了全息游戏头盔以及游戏舱时代，把人类带入真正的第二世界中，那儿既是虚拟又是现实。算了，这些都是后话，当下他们应该处于穷途末路阶段，是时候出手了，不然1个月后这个团队就要遇上前世的伯乐了。乾隆游戏公司，老徐，现在咋整？账面已经1分钱都没了。还有搞钱的路子吗？徐英杰看着天花板，咬牙道：“还有个屁啊！我连那几双 AJ 都挂到网上卖掉了，就算能筹到，就目前这种情况也他妈是杯水车薪，研发进度都没过半，越往后就越需要钱。要不再搞几款游戏去卖吧？啊！搞个屁！再说搞那种弱智的垃圾游戏，我宁愿饿死。老徐，你不是说去拉投资吗？半点眉目都没吗？”这2字让众人噤声看向了徐英杰。后者自嘲苦笑，没有，一听说咱们要搞的 PC 端网游，根本就没人愿意投资。后来我换个法子出售公司，但却被人当成神经病，那就是死路一条了嘛，就这么散伙了嘛。不散伙能咋整？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太骨感，妈的可算是体会到了。得了吧，就地散伙，咱们几个聚是一团火，散是满天星。散个屁！还是那句话，去搞一些弱智低级游戏来混日子的话，我情愿饿死。办公区域中又吵杂起来时，徐英杰瞬间暴起：“都消停点吧，我那房子去抵押，应该还能抵个30-50万。就用这30-50万多撑1-2个月，再找不到伯乐的话，咱们就认命。那可是你们留给你的，顾不上那么多了。你们为了轮回，一个个都山穷水尽了。我作为乾隆公司的发起人，还剩1分力，就得散出最后1分光，
咱们的目的都一样，就是想把自己的名字留在游戏界中，就是想打造出一个统治的时代，而轮回就是咱们的希望，不到穷途末路，绝不能就这么认了。徐英杰目光坚毅的咬牙道：“真要拉不来投资或者被收购的话，那你连房子都没了。”徐英杰强颜欢笑，悠悠道：“没就没吧，大不了跟你们妈铺去。能给我提供一块卧榻吧？”就在此时，脚步声响起，下一秒，几人齐齐转头看去，只见挂着一脸人畜无害般微笑的陆萧雪大步走了进来。我靠！前世记忆完成收购，小舅子婚礼却出了状况。乾隆游戏公司，你是？自我介绍一下，陆萧玄。陆萧玄。几人面面相觑，无一人听说过这名字。陆先生，你有事吗？听说你们公司想被收购。几人眼前瞬间亮了起来，可马上又遁入皱眉中，因为陆萧玄这个名字让他们闻所未闻。更重要的是，对方就一身朴素的便装。冒昧一问，您是想来收购咱们公司的吗？对，有这个想法。那您知道我们公司是什么情况不？这不明摆着吗？就快人走漏空了。既然您知道，那还敢提出收购？我了解过你们公司，知道你们之前开发过较为火热的游戏，不过你们为了轮回，把那几款游戏全都打包卖掉了，但事与愿违，所以乾隆有什么值得被您收购的？你们，我们，对，没错，一个放着捞钱机会不要，不顾一切为了梦想死磕一款游戏的团队，值得我欣赏。不能说欣赏，值得我去敬重。为此，我愿意赌一把你们的轮回。那您准备怎么收购？其实这公司对我而言并不重要，你们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3500万的收购价，给你们解决当前生活上面临的难题。另外再给你们7人匹配年薪，至于多少，开个价。再有就是在研发这事上，要多少资金你们只需要张嘴就行，要多少给多少。话落，徐英杰几人顿时宛如石化。3500万的收购价，年薪任开，研发资金不设上限。靠，他疯了吗？他好像比我们还要更加相信轮回能活。您就不怕轮回失败吗？您就不怕轮回无法光复 PC 网游的辉煌吗？我不是不怕轮回失败，而是不怕你们失败。所以你不是在跟咱们开玩笑？从头到尾一字一句都没有开玩笑。行，您先行稍等，咱们几个商量一下。好，那我先在公司随便转转。30分钟后，把乾隆游戏公司晃悠个大概后，陆萧玄重新回到会议室。陆先生，商量好了吗？陆先生，咱们商量好了，您看这样行吗？咱们不要年薪，可以提供股份给我们吗？团队共7个人，每人占4%，你给咱们28%的股份，如何？徐英杰正色道，只是神态中却颇有几分难以启齿的尴尬，他自己都觉得这是狮子大开口。行，没问题，就依你说的来，我持72%。您这是答应了？不然呢？谢谢陆先生体谅，谢谢。不用谢我，我希望有那么一天，轮回一飞冲天，由我来谢谢你们。当夜家中，萧选，明天就是小童婚礼了，咱们要不要早点过去？怎样都行，你说了算。还是算了吧，我跟西西先过去就行，等到差不多了你再过来吧，省得我爸妈跟亲戚又羞辱你。那也行，你倒是再给我打电话吧。陈玉儿并不想去暴露陆萧玄的近况，她了解爸妈，那时必然会化身为贪得无厌的吸血鬼。那我就先去睡了，你也早点吧。行，去吧。前世的轨迹中，好像没听说过陈晓东结婚的事。这一世他能跟王倩结婚，恐怕是因为我那30万，我引发的这个蝴蝶效应，会是好事吗？毕竟王倩那种女人，算了，看天意吧，但愿能幸福美满。卡尔顿酒店，亲家母，你就让小倩下车吧，这儿的亲朋都在酒店里头等着呢，再拖下去的话，得过了吉时啊。哼，先别急着叫亲家母，倩倩还没下车呢，我含辛茹苦的把倩倩拉扯大，现在让你们安排下车礼，你们都不肯，你让我怎么放心把女儿交到你们手上？亲家母，16800的下车礼都在这里呀，16800，这点钱你也好意思拿出手？可咱们一开始不就说好是这个价了吗？这怎么还能变卦呀？是，之前是说好了，可昨天我一姐妹的女儿出嫁，长得还没咱们倩倩好看呢，下车礼却是88800，我现在只要66000，很过分吗？哼，就这价传出去我都还怕被人笑话。可是我们家底都掏空了呀，18万彩礼，房子首付，奔驰车，眼下这16800，咱们已经是山穷水尽了呀。你看这样，先让小倩下车，别让人看笑话了。钱的事，咱们以后再慢慢补，成吗？边上，陈玉儿有些看不下去，但最终还是忍了下来。别说66000，600万他现在都能掏出来，只是这事儿最终还是得看弟弟。怎么，
你们怎么这样，连下车里都能欠了？你往外边问问，看有没有这样的。此时此景，真正诠释了什么叫恶人还需恶人磨。眼见吉时越来越近，刘美兰赶紧冲着车里的王倩道：“小倩，你劝劝你妈行不？咱们先下车，先把婚礼给圆了，回头妈肯定想办法把礼金补回来。”我听我妈的，况且就6万6而已，不多。爸爸，小花童西西看到陆萧雪，马上欣喜地扑了过去。西西，韵儿，怎么了？这是？王倩不肯下车，他妈要下车礼。下车礼？这不是一开始就应该谈妥的吗？是的，但现在王倩他妈变卦了，要6万6。6万6，还临时变卦。与此同时，一直在强忍着情绪的陈晓东开始崩溃了。你是真没完没了了，是吗？哟呵，什么没完没了？陈晓东，你是不是过分了？我女儿还没正式嫁给你，你就敢这么对她说话了吗？此刻，陈晓东已经无暇去搭理这位准丈母娘了，目光冷冽地盯着车里头的王倩。陈晓东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就问你一句，这车你是下还是不下？上集说到小舅子结婚，新娘却临时加价，不然就不下车。陈晓东牙关紧咬，已处在了爆发的边缘。依我妈说的，6万6的下车礼，这是习俗。我妈小姐妹嫁女儿都有8万8的下车礼，我就要个6万6，有问题吗？面对屡屡服软的陈晓东，王倩压根不以为然。我习俗你妈！我就问你最后一次，这婚你结还是不结？咆哮之下，现场一片寂静。小东，你疯了是不是？闪开！你个王八蛋！陈晓东，你竟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！王八蛋，是你求着我嫁的，你还以为是我稀罕吗？行，哈哈哈，那就如你所愿，爱他妈谁谁，这婚老子不结了。陈晓东，行啊你以为我怕你？你还以为离了你，我王倩就嫁不出去了吗？这婚不是你不结，是我王倩不结了。你回头可别跪下来求我。造孽呀！这东西20多万都往里头扔进去了，你现在说不结就不结了吗？你快去给小倩道歉，快去啊！妈，甭说了，哪怕成为笑话，今儿这婚我也是绝对不会结的。钱没了再赚，面子没了再挣。陈晓东甩身就想离去，可是父亲陈老坤却是把他给拦住。你要去哪？你不要脸可以，我跟你妈还要脸。脸？他们一步步蹬鼻子上脸，咱们还有脸可言吗？你个逆子！放心，我会给你们一个交代，也不会让那些亲朋好友白来一趟的。陈晓东掏出手机，快速地拨出了一通电话。某婚庆公司，林启文身心疲惫地瘫坐着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打错了吗？喂，启文。小东，今天你不是结婚吗？怎么还给我打电话了？掰了。什么掰了？此刻林启文莫名紧张了，跟王倩闹掰了。跟王倩闹掰？怎么回事？这是？就是我跟王倩彻底结束了。启文，是否还记得我说过，如果早点认识你，跟我走到一块的，肯定是你。我也知道你一直都喜欢我在等我，可惜我一直鬼迷心窍。我知道这通电话很不该，很唐突，更清楚接下来的话很对不住你，可我还是忍不住。启文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愿意跟我共同经营咱们的家吗？默默聆听的林启文大脑宕机了。这不是短视频中常见的戏码吗？你是在逗我吗？你确定你不是在赌气吗？娇躯猛颤的林启文甚至带出了几分哭腔。没有半点赌气的成分，我很冷静，也很理智。我知道对你不公平，但不管你答不答应，你林启文就是我陈晓东认准的女人了。如果你愿意，我马上去迎亲；不愿意，我就让那些宾客先回去。等你觉得合适了，咱们再举行婚礼。林启文傻了，陆萧玄走到了陈晓东身边。这不是对人家公不公平的事，你就不去考虑一下人家父母那边吗？如果你是真心想跟对方在一起，又不想搞砸今天的场子，那就把婚礼改成订婚宴吧，这样也能给人家一个缓冲空间。陆萧玄拍着陈晓东的肩膀，语重心长道。陈晓东愕然点点头，继而冲着电话道：启文，如果你觉得婚礼太荒诞的话，那就改成订婚宴。当然我知道即便是订婚，对你来说依然……我答应。陈晓东的身体瞬间颤抖起来，双眼中已是泪雾流转。如果你不是赌气的话，我愿意把我自己给赌上，我在公司等你。等我？订婚？如果是订婚的话，那岂不是得把红包都给退回去啊？那咱们家花的这20几万不就打水漂了吗？简，你就只知道钱吗？妈，不是我说你，如果不是你们一直在逼我，咱们现在至于这样吗？小东，咱们接下来该干嘛？跟我一块去接未婚妻去，哪怕不是结婚，都得给我把牌上整足了。OK。然而此时，王倩却是自己下车。陈晓东，你确定要这么来恶心我吗？
不是为了恶心你，是我突然开窍了。到此结束吧，上车。我看谁敢上车！这个车队是我找关系弄来的，你们谁都不许上车。陈晓东脸色一僵，他倒是忘了这茬。既然车队不是你弄来的，那就别硬上了。你不是想要排场吗？这些破宝马有什么排场？我来帮你安排吧。啥玩意？破宝马？你一个烂赌鬼，这时候还装上了？没理众人的反应，陆萧璇掏出了手机来。半个小时后，一辆辆超跑伴随着看得在场。这就是陆萧璇找来的车队。陈晓东那个姐夫不是烂人吗？他怎么可能有这等能量？真是陆萧璇那没用的东西叫来的，怎么可能？霎时间，卡尔顿酒店的门口竟是鸦雀无声了。张景山、李长风、赵继伟、许文辉、邱英哲等等认识与不认识。玄哥，嫂子，这特么什么情况？什么节奏？开着超跑的一大票公子哥，一个个谦卑的喊玄哥，喊嫂子，怎么回事？这是？玄哥，嫂子，我自作主张让旗下那些能唱会跳的主播往这边改了。玄哥，嫂子，正好有几个歌手来江州参加商演，我顺便让他们过来唱几首歌，活跃气氛，在路上了。啊！玄哥，嫂子，我没那么多资源，但也认识咱们江州电视台的主持人，就让他过来客串一下司仪，也在路上了。这是在拍电影。上集说到新娘临时加价，闹掰后我帮找来超跑车队，现场所有人都凌乱了。行，有心了，谢谢。啊，玄哥，你要是这么说话，咱们就不爱听了。你的小舅子那也是咱们的老弟啊。转头打量了一下陈晓东，你是嫂子的弟弟吧？啊，是。他认出了张景山，就是前些天砸车视频里的主角。别啊了，不是需要车队吗？要是没把，开去吧。因为玄哥说了，这次是订婚，所以咱们就将就点了。等结婚时再说一声，保证让你成为江州最帅最拉风的仔。陈晓东哆嗦起来。我开去呗。陆萧璇笑笑道：“我不敢啊，这万一磕着碰着了。”磕着就磕着呗，不叫事。这玩意就是开来玩的，还真拿来当宝贝呵护啊！尽管开，没事儿。这好。正当陈晓东离去之际，王倩突然抓住陈晓东：“小东，我错了，对不起，原谅我的任性，我保证以后不会了，好不好？”抓住陈晓东的手臂，王倩声泪俱下的哽咽道：“她现在才明白，之前听到的6.6亿买卖，肯定不是陆萧璇吹牛。该死，为什么外面的人都说陈晓东的姐夫是烂人？早知道这样，还有什么下车礼啊？倒贴我都得嫁给陈晓东。小东，你不能这么对咱们倩倩啊！你如果不要她了，那她以后可怎么办啊？小东，是都是妈淘起来的，是妈错了，你就原谅倩倩好不好？算是妈求你了。”没有马上去挣开王倩，陈晓东深呼了一口气，让你们王家的宾客亲友都回去吧，他们的红包各自讨回就好。陈晓东平静地说道，明显已是彻底释怀了。小东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都说我错了，我以后不再这样了，行不行？我知道我过去任性，让你受委屈了，我改，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改。王倩，咱们走到尽头了，彻底结束了，不会再有任何可能了。还是那句话，我高攀不起你，真的高攀不起。说完发力把王倩给甩开。陈晓东，你一定要这么绝情是吗？我跟了你3年，整整3年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，你还是人吗？陈晓东再次停留，无比讥讽地转过头。王倩，你有资格跟我说这话吗？3年，你知道我这3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知道我当了3年的孙子，犯了3年的戒，而你却永远都在得寸进尺。哦，对了，你王倩求原谅是因为什么？大家都清楚，给自己留点面子吧。陈晓东完全没有半点情绪起伏，淡然道罢，往张景山的911走过去。不再去追，王倩蹲下身，嚎啕大哭。玄哥，你小舅子这眼光不咋地呀！滚犊子！陆萧璇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。韵儿，陆萧璇。面对丈母娘呼喊，陆萧璇却是置若罔闻，转头笑道：“西西，走，我们进去吧。”好低恰。韵儿，咱们进去吧，等小东他们回来先。数小时后，一众宾客最终在一脸的不敢置信中退场。谢谢。看着陆萧璇，陈晓东神色复杂道：“怎么喊一声姐夫这么困难吗？”啊，对，小东，你怎么回事你？陆萧璇是你姐的老公，你喊姐夫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喊啊！刘美兰急忙劝阻。呵呵，瞥了瞥势利眼的母亲，陈玉儿不由冷笑一声，这让她觉得恶心，真的恶心。姐夫，谢谢。还是弟妹懂事啊。一声弟妹，只把林启文听得面红耳赤。行了，别的不说，
你今天算是做了个人生之中最明智的选择，比起那个王倩，启文要好了10000倍不止。以后好好待人家吧，人家为你不可谓不是豁出去了一切。还有就是，以后做人做事冷静点，别老让你姐担心你。知道了。知道你是借钱来搞的这场宴席，所以我把所有的费用给结了，你回头留意一下定金退还。陈晓东愣了，不过最终还是没像以前那样强硬拒绝。小东、启文，你俩好好的，我们就先回去了哈。好，姐夫，我跟小东送你们。目送着奔驰大 G 的车影消失后，陈晓东仍然久久无法回神。陆小璇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我滴个乖乖，大奔驰，他们几时买的？这车少不了得好几十万了。阿姨，这可不值好几十万，那是奔驰大 G， 没个100-200万可是下不来的。什么玩意？100-200万？老两口一下子瞪大了双眼。我滴个天，韵儿这死丫头捂得够紧啊！你还好意思说我姐？怎么忘了你们是怎么骂她跟西西的了？还有陆小璇摆烂的那几年不说，就算在她摆烂之前，你们给过她半点好脸色吗？看到二老那副嘴脸，陈晓东再也忍不住了。咱们那不也是为了她好吗？想让她过上好日子吗？陈晓东不由冷笑。算了，不跟你们说这些没用的。车上，陈玉儿按捺不住开口道：“陆小璇，我之前一直在隐藏着，怕他们知道你有钱了。可你今儿个倒好，你就不怕他们会缠上你吗？你不是应该站在你爸妈那边，劝我不计前嫌的吗？小说里头可都是这么写的。经历那么多，我对他们已经不只是寒心，而是绝望了。不过毕竟是亲生父母，我会赡养他们，但也仅仅是赡养而已。放心吧，我并非一时冲动。首先是为了小东，这些都值得；其次是我见不得你跟西西总被他们侮辱，而且连你都抗拒，他们还能缠上我不成？放心吧。陆萧璇淡淡笑道：“罢了，不说那些了，糟心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拿着你的钱往娘家那头贴的。就算你要贴也没事，我的世界是你跟西西，你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。”另一头，陈宝春跟刘美兰并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买了好多水果零食跟玩具，瞒着陈晓东扑向了陆萧璇之前住的出租屋。陈家所在的小区外，你们听说了没？老陈家那个女婿现在翻身了啊！对，那能不听说吗？说是咱们江州老书记的孙子都得喊他哥呢，一个电话召之即来，可厉害了。还记得上次看到的那辆大奔驰不？没认错人，肯定是韵儿那丫头一家。这下估计老陈两口子肠子都悔青了。想想他们是怎么骂韵儿俩口子的，就连西西都不被他们待见。哎，真是造孽啊！就他们之前还要给韵儿张罗找有钱主呢，没曾想是捧着今晚要饭啊！对，他们那女婿应该恨死他们了。恨他们是应该的。听说昨天在酒店，不管是韵儿还是她老公，都没搭理过他们。活该他们！就他们老两口之前干的那些事，说的那些话，是人话吗？割了我，指定跟他们老死不相往来了。然而他们并不知道，这些对话一字不落的被刘美兰听了去。你们这俩长舌妇，胡说八道什么？议论别人的家庭是非，一个个就不害臊吗呀？说我家韵儿跟陆萧璇恨我们，你们哪只眼睛看到他们恨我们了？他们不知道多关心我跟老陈，前些天还一家3口回娘家看我跟老陈。你们不是看到大奔驰了吗？所以你们是眼瞎吗？没想到会被刘美兰打正着。村部情报局顿顿受散，毕竟刘美兰的泼辣手连着降头。刘美兰哭哭啼啼的回到了家中。怎么你这是？抽着闷烟的陈建国见状立即问道：“老娘不活了，老娘没脸活了呀！你知不知那些街坊在背地里怎么笑话咱们？他们笑话咱们活该，他们幸灾乐祸呀！女儿女婿出息了，咱们没能张光过上好日子不说，还在背地里被人笑话，这日子以后可怎么过呀？你以为我为什么躲在家里抽闷烟？我不管，必须让韵儿回来，必须让他们现在就回来！我要打那些人的脸，打肿他们的脸！”刘美兰继续哭天喊地：“你觉得他们这会儿能回来看咱们吗？反正我不管，他们一定得回来，不然我没法见人，没法活了。你给韵儿打电话，就说我的身体不好，浑身上下都很难受，让他赶紧跟陆萧璇带着孩子回来看看我。难道你不知道咱们的电话已经被拉黑了吗？那你就给小东那兔崽子打电话，让他找韵儿，说我快嘎了，让他打电话。”无奈的哀叹一声，陈建国还是打了这通电话。陆萧璇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。正好，我也有事想跟你说，女士优先。行吧，那就……我从华兴商贸辞职了。
陆萧璇不由一怔，昨天在卡尔顿酒店门口的事儿被公司的人知道了，都觉着我有个能量十足的老公，这下倒好，不得了了呀！一整天都是各种恭维，各种热情，我都手足无措啦，所以权衡再三，还是辞职算了。反正你之前也让我辞职来着。那个，你养我不？陈玉儿此时犹如刚恋爱的样子，羞红了脸。殊不知陆萧璇却是微微一笑。你笑什么啊？对了，你刚才说有事想跟我说，什么事呢？想说的是，就是让你辞职。你哄我呢吧？没有，庞俊联系我了，他找到了一家能有资产能力的公司，收购可以更快的将无瑕膏投产。而且你知道，我也是懂制作无瑕膏的。虽然粗制滥造不足以投放市场，但也有些个人的独到见解。我给唐俊提了些意见，从他的反应来看，应该对研发进程有很大的帮助。所以，我打算明天就去谈收购，而后由你过去打理。没开玩笑吧？收购公司还让我去打理，你这是……陈玉儿懵了。你大学不是学的企业管理跟市场营销吗？正好能派上用场了，就当是练手了。你特意去收购一家公司，就是为了让我练手吗？有这必要吗？有这必要，而且并非心血来潮。我是想着给无瑕膏的面世进行铺路，有自带生产工厂的现成公司抛售，无疑是最适合咱们的。你刚说是无瑕膏快要出来了吗？陈玉儿后知后觉的惊呼出声。没有，还在完善阶段，但应该不会太久了，所以我才想着直接收购一家公司。你觉得我能行吗？这不是还有我呢吗？你尽管放手去干，有我给你兜着呢。陆萧璇笑道，有着专业基本功，再加上那句有我给你兜着，陈玉儿顿时也不再去妄自菲薄了，转而问道：那是什么规模的公司？收购需要多少钱？规模应该不大，咱们就当是拿来过渡得了。至于收购价还不清楚，应该不会超过2个亿。2个亿？陈玉儿倒吸起凉气来，但转念一想，一旦无瑕膏这种跨时代的产品面世，这2亿就不值一提了。明天我跟你一块过去接洽一下对方公司。好。喂，小东。姐，本来这通电话我不想给你打的，但爸妈在那头要死要活的嚷嚷，我没办法了。陈晓东苦涩道：怎么了？爸说妈的身体不好，很难受，让你们带孩子回去看看她。呵呵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他们就是在作妖，那点心思用屁股都能想得出来，所以你不用理他们。给你打这个电话，就是给他们一个交代，免得他们没完没了。你就直接跟他们说，我没那么多闲工夫。他们要是身体不好难受就上医院，有什么事的话，医疗费、住院费什么的，该我这个当女儿的给，我会给。至于其他歪心思就算了吧。行，我会跟他们说的，姐你放心吧。另一边，听完转述后，刘美兰捶心顿足，扑通一声：没良心的东西啊，白眼狼啊！我生块叉烧都好过生那个死丫头啊！她不是人啊，不是人啊！妈，你有资格说这些吗？还有，就你现在说的这些，需不需要我帮你们转达给我姐？别，千万别！小东，你千万不要！妈开玩笑呢，那是我亲闺女，我开玩笑呢。我靠前世记忆赚得几个亿后，为投产无瑕膏收购公司，乐资公司门口，郭总，对方是什么来头？对呀，郭总，对方是什么公司来的？是并购咱们乐资吗？不是并购，应该是个人收购的，就是买咱们实验室那个庞俊的幕后金主。那就好，王总，看来咱俩这刚到手1个月的职位能保住。对，个人收购的话，问题不大。然而他们却打死都想不到，那个金主会是他们的老熟人。10分钟后，4人皆正愣原。这他妈是不是太巧了？王涛咬牙切齿之余，脸色逐渐苍白起来。难道来收购乐资公司的是他们？这怎么可能？这绝不可能！您就是陆萧璇陆总吧？你好，郭总。陆总，这位是我的爱人陈玉儿。陆夫人，幸会。郭总客气了。陆总，那咱们现在就进去了解公司的情况吧，如何？郭达陪着笑，马上进入了主题。然而陆萧璇却是玩味的摇了摇头，不着急，先等会。话落看向那2位熟人，二位，这是不是太巧了？对于敢打玉儿主意的这俩货，陆萧璇是释怀不了的。怎么会是你？为什么不能是我？陆总，你们认识吗？认识，他们俩挨过我的耳光，挨过踹。这是郭达瞪起了眼神来。很简单，就是之前借着工作上的身份，刻意去刁难我的爱人，还伺机干了一些造谣抹黑的事，不仅因此挨了打，还丢了工作。要我说，郭总，你也是心大，这种人你们公司也敢用的吗？还有这事，郭总，你别听他的，他就是个骗子，他只是一个烂赌鬼酒鬼，他不可能有钱来收购公司的，你别信他，千万别信他。杨迪急了，失心疯似的大吼起来。郭总，杨经理说的对，你千万别着了他的套，他绝对没有收购乐资的实力，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底层混子。郭总，看样子他们应该是高层吧？
如果连这种人都能成为高层，那我是真没法想象你们公司内部到底烂成了什么样子。我是想收购公司，但不代表对烂摊子有兴趣。对两人的大吼大叫无动于衷。陆萧玄看着郭总摇头戏笑道：“陆总误会，王涛跟杨迪才入职1个月而已。我承认我疏忽大意，没有去起他们的底，但是咱们乐资绝对不是什么烂摊子，您可千万别误会，让2颗老鼠屎坏了乐资这锅汤啊！既然是这样，那我想让这俩人消失在我的视线中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们里面聊。哼，给我把这俩人拦在外面，没我命令不许进入公司。是，郭总。走吧，那就。陆萧玄略微点头，领着陈玉儿往里走去。郭总，您听我解释啊，郭总。对不住了，杨经理，你们不能进去。怎么着？我们现在还是公司高层？算了吧，杨总，连我都能看出来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。送您几句话吧。怎么说？祝你平安，祝你平安，让那快乐围绕。一连好几天，陆萧玄仅凭一人，把生产运营、财务、征信渠道等等环节起了个底朝天，而且每个环节都是奔着核心去。整个收购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大佬风范，把郭达与一众高层震慑得如履薄冰。即便是陈玉儿，也全程处于呆若木鸡的状态，因为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陆萧玄竟然厉害到了这种程度。陆萧玄，我这就成陈总了吗？不然呢？突然只长这么一家公司，我真的有点怕。有什么可怕的？我说过你是有理论基础的，而且我已经在给你兜底了。啥意思？你以为我为什么亲力亲为，还那么雷厉风行？为的就是给你立威。你没看刚才的第1场会议，他们不仅对我，就是对你都无不臣服吗？你这么说，我倒是想起来了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这段时间你的气场与手段，种种都让我快要不认识你了。有次我都在想，你是不是像小说里那样绑定系统啦？以后少看那种无聊爽文，小心大脑被看丢了。我只是经历了5年沉沦，完成了彻底蜕变而已，哪有你说的那么邪乎？陈玉儿想想好像也没有更合理的解释，只得点点头表示认同，接而道：“对了，无暇高那边的进度如何了？”快了，等到无暇高开始面试，那就迎来咱们的时代了。商标品牌这些我也已经准备好了，到时连公司名字一同更改，叫伊人如雪。伊人如雪，这名字好听。好了，你先忙公司的事，我这个甩手掌柜该退场了。收购手续让张景山忙前忙后的，得请他吃个饭才行。快去吧，小东订婚的事还欠着人家人情呢。行，那我去了。车上，玄哥有空吗？出来吃个饭。玄哥你开口，啥时候都有空啊。正好少宗家里的酒楼今天开张，咱们到那儿去，已经安排好地方了。长风也在，就是那天跟你们一起到卡尔顿酒店的少聪吗？对，就他，人挺低调的，跟我算是玩得来。那行，那是得过去捧捧场。酒楼的名字叫什么？我这就过去。鸿雁酒楼。殊不知陆萧玄在听到这个名字后，瞬间怔住，紧接着身上汗毛陡然直立，犹如寒气狂袭而来。鸿雁酒楼，前世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让人脊背生寒的名字，它代表着惨案。在开业当天的晚饭时间发生特大火灾，导致了数十人遇难。官方后续披露事故原因是燃气出现重大泄漏，而且预警系统也因故障失灵。那位何少聪竟然是万安集团的少东家。玄哥，怎么了？久久无声后突然这么稳，让张景山不淡定。没事，我现在过去。缓过神来，陆萧玄笑笑道。张景山闻言适才松了口气。靠，我这是被玄哥整的有点神经质了，哪有那么多的事儿会被摊上呀？